大敌当前，你们怕不怕？队长，我们不怕，我们生是大夏人，死亦是大夏魂。哈哈哈哈哈哈！好，你们都是好样的，干了这杯酒，咱们烈士陵园见！北京铁骑，死战不退。哈哈哈哈哈哈！今夜我18路诸国联合30万大军压境，誓要冲破北境防线国界，血洗大夏疆域。你们3人若是跪下磕头跪地投降，并大声承认大夏就是东亚病夫，人都是狗奴隶，我等可留你们条狗命，否则……呸！藩邦一族也敢犯我大夏！待龙主归来，必要尔等诛灭国王！龙主，你等不到了，给我杀！杀！骑兵连进攻！大夏的将士都是如此不堪一击吗？今日北境必破，大夏必亡啊！我亦是北境龙主带出来的兵，只要一息尚存，区区蛮夷。这国界我哈里斯约定了。北境龙主，他怎么会突破重重封锁，赶到这里？兄弟，我来晚了。龙主，我不负使命，守住了国土，守住了龙魂殿北境的尊严。世界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兄弟！800战神和10万宗师，其他16位君主，难道都不敌他一人之威？吾剑何在？犯我国界，杀我将士，辱我国威，尔等18国，今日我必灭之！北境龙主一人一剑，深入敌营800里，大破敌寇数10万，立千秋之功勋，扬不世之国威。英雄终归小，山河已无恙。兄弟，我们到家了。我楚家的血海深仇，也是时候该清算了。大夏战部镇国4大战神携京海城主唐坤前来恭迎龙主大驾。我等恭迎龙主凯旋。免礼，都起来吧。唐坤，我这几年吩咐你暗中扶持京海宋家的事办得如何？回龙主，得益于您的关照，宋家已跻身京海4大族之列，并且我将于今日任命曾与您有过婚约的宋淑仪小姐为新开发区项目的唯一负责人。好，龙主，国主将于明日在帝都为您举办封王大典，正式册封您为大夏第1位异姓王，以表彰您为大夏立下的不世之功。替我转告国主，边关大捷并非我楚仪一人功劳，那些力保国土不失、抗击外敌的无数英烈，才是大夏最值得敬仰的功臣。此刻送他们入土为安，魂归故里才是最重要的事。送英烈归家。你只要乖乖跟我回方家，让3少爽上一爽，就可小事化了。但你若还是不识好歹，我也不介意送那老不死的下去，母子团聚。我丈夫可是为国捐躯的英雄，你们胆敢欺压英烈亲属？英雄？呸！说白了就是个穷当兵的炮灰，死不足惜。我王豹今天就是要欺他亲属。怎么了？身为社会底层，生来就是被欺压的贱命，能被京海4大族之首的方家3少看上，已经是祖坟冒烟了。你个寡妇还给脸不要脸？我就算是死，也不会去服侍方天上的畜生。哦，是吗？我看你这身贱骨头能有多硬？将那小杂种拉过来。瑶儿，妈妈，瑶儿
王宝，我女儿才5岁，而且身染重病，这一切都不关她的事儿啊！要不想她小小年纪夭折于此，现在答应我的条件也不晚。无耻！你们这群人渣不得好死！这就无耻了，还有更无耻的呢！去，把那晦气玩意儿给老子砸了！还他妈前线英雄，狗屁不是！贱人，看清楚，这就是你不识抬举、胆敢忤逆三少的后果！你们不能砸！豹哥，你这招真是杀人诛心啊！放心吧，哥，我定给你砸个稀碎！你们不能砸呀！我儿的骨灰还未送到，要是砸了，他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了。我给你们跪下了，求求你们放过我孙女和儿媳吧！我愿意去给三少做牛做马。现在吵嚷，晚了！再碍着老子做事，现在就让你死！不要啊！敢动英烈遗孀者，死！小一，你谁啊？敢打伤我王豹的人！伯母，我把陈烈给您送回来了。我的儿啊，回家了就好，回家了就好啊！嚯，原来又来了个不知死活的杂毛兵！小子，可知在京海地界，敢管方家贤士的下场吗？劝你无需知道，但你们的下场只有死路一条。小子，少说大话，看我怎么把你全身的贱骨头给活活敲碎！放人，要么死！给我上啊！把那杂碎踩扁了，塞进骨灰盒里！你不能杀我！我背后陈烈，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还在捍卫大夏国境，宁死不屈。此等英雄家属，岂能容你羞辱？我不管你背后的靠山是谁，都得死！给我住手！敢在我的地界行凶，谁借你的狗胆？还不快把人放了！整个大夏还无人敢命令我放人，不存在。你到底是何人？刘方长，你可别被这小子给唬到了。他不过是刚从前线退伍的杂毛兵炮灰，仗着一身蛮劲儿对我的人肆意屠杀，更想置我于死地啊！刘方长，事实并非如此。王豹他们就是受了方天圣的指示，想把我掳去为妾，我誓死不从，他就命人打伤我们一家人。是啊，小姨这孩子也是为了保护我们，这才……刘方长，堂堂方家三少和这几个穷困潦倒的市井小民，孰轻孰重，你应该拎得清吧？我让你说话了吗？若是放在平日，敢得罪方家就直接枪决了事。但如今4大战神坐镇京海，恭迎某位大人物，不宜再生事端。这位兄弟，事情的经过我已了解，你先把王豹交给我。我身为京海的地方官，定会给英烈家属个公正的处理结果。望你说到做到，如若不然，地上躺着的2人便是你的结局。放心，那是自然。哼，黄毛小儿还敢威胁本房长，等有机会，本房长定要教你好好做个人。叫楚义是吧？我替三少记住你了，你确实很能打，但总有不在的时候。我有的是时间慢慢折磨他们，求死不得。你怕是没那机会了。放肆！当着本房长的面还想肆意行凶，赶紧把人放了，我还能饶你不死。小易，你能为我们一家老小出头，我们已经感激不尽了。你还年轻，没必要搭上自身的前途，得罪方家呀。是啊，方家2兄弟在京海就是坐山虎、地头蛇般的存在，其背后牵扯的势力远超你的想象，你是斗不过他们的。今日我若不杀他，那些牺牲在战场上的英烈又怎能瞑目？而如你们这些苦苦守候的家眷，又何尝不寒心？龙之逆鳞，触之必死。混账！在京海这1亩3分地儿，连我巡防营见了方家人都得毕恭毕敬，你竟把3少的人杀了，真是狗胆包天！你巡防营惹不起的人我敢，你巡防营不敢杀的人我杀，区方家能奈我何？雅儿，你怎么样了？雅儿的病情不能再拖了，得赶紧带她去最近的医院。想走？我同意让你们走了吗？给我把这杀人凶手与其他几名共犯押回监牢，大刑伺候！流氓，若不想你和你的人也命丧当场，就赶紧给我滚！少蹬鼻子上脸！我只不过不想在戒严期间徒增麻烦，
你却敬酒不吃吃罚酒。你可知战部四大战神已齐聚京海，恭迎某位大人物的驾临，而我巡防营便是奉了4位大人之命，管控京海，肃清一切不稳定因素。而你这杂毛兵胆敢在四大战神的眼皮子底下公然行凶，顶风作案，其罪当诛。就算当他4人的面再杀一次王豹，他们也不敢说半个不字。再警告你最后一遍，叫你的人立马滚！不知死活的狗东西，竟连高高在上的4大战神都敢轻视！我现在就行使他们赐予我的无上特权，将你诛杀当场！方长，我看不如先把这小子的退伍金夺过来，再杀他也不迟。届时不仅可以向4大战神邀功，还能发笔横财啊！哈哈，想不到你小子关键时刻还有点用。你过去让那杂毛兵把退伍金全吐出来，若敢抵抗，格杀无论！小子，识相的就把退伍金乖乖交出来，让你死得痛快点。没曾想5年未归，战部内部已变得如此迂腐不堪。迂腐不堪，这叫稀松平常。要怪就怪自己出身卑贱，无法融入我们这个圈子。就像你死去的战友，便是活该，只能上战场当炮灰。你在找死！小叶，你别冲动。4位战神大人乃大夏战部的佼佼者，地位之崇高，根本不是我们这些平民百姓得罪得起的。嫂子，对你们而言，4大战神确实形同高山，但于我面前却轻如鸿毛，所以你不必。大了你的狗胆！战神威名，岂容你个卑贱蝼蚁所能玷污？立马给我跪下，磕头谢罪！让我跪，你流氓受得起吗？不想跪那就死吧！刘方长，我替他跪，我替他跪！小义年轻气盛，说错了话，求求您高抬贵手，不要伤害他。伯母，你快起来！就凭流氓还伤不了我半分，而我若想杀他，轻而易举。哼！小叶，别说了，我已经失去了一个儿子，你千万不能再有事了啊！想杀我，你来呀！有4大战神在此，我流氓便特权在握，想让谁跪，谁就得跪。同样，想让谁死，就给我死！妈！怎么，你个寡妇也想过去体验体验房长的神威？不妨告诉你，王豹此次过来抓人，就是得到了巡防营的默许。什么？你们怎么可以？不仅如此，3少还发话了，等他把那贱人玩腻后，哥几个人人有份呢！一群狗仗人势的败类，都给我死！处死！杀我巡防营的人！这无异于公然违抗4大战神的旨意。我若将此事上报，背后那位大人物也必然为之震怒。4大战神势必将你剥皮抽筋，凌迟处死。好啊，我如你所愿。给你们3分钟，若是赶不到我现在所处位置，京海巡防营，不是整个京海战部，即刻覆灭！龙主封王大典在即，眼下千万不能出现任何纰漏。青鸾，你身为4大战神之首，平日里随龙主在外征战，见过多少大风大浪？怎么现在变得如此杞人忧天？无需多虑，有我们4人亲自坐镇，这天塌不了。话虽如此，我心里怎么隐隐感觉有什么大事要发生？是龙主！快进！给你们3分钟，若是赶不到我现在所处位置，整个京海战部即刻覆灭！到底发生了何事，能让龙主滔天震怒？马上给我调查清楚龙主震怒的原委！无论发生什么，我们4人都务必赶到定位地，迟则这天真塌了。哼，你已罪孽深重，难逃一死。我看你还能把谁喊来？当然是你口中的那4位，我倒要看看他们是怎么把我剥皮抽筋、凌迟处死的！少在老子面前故弄玄虚！战部4大战神地位何等崇高，岂是你个名不见经传的大头兵能够使唤的？还有1分钟，若是那4人不能按规定时间滚到我面前，你必死！整个京海战部，凡是与方家有关的，一个都别想活！放肆！贵贱不明，出言无状，3番5次亵渎4大战神，你今日万死难逃其咎！还剩5秒，流氓，你想好怎么死了吗？哼，5秒，不好意思，留给你的时间到头了。
战神大人果然手眼通天，这么快便得知你在此行凶的消息。4大战神亲至，你必死无疑。你说谁必死无疑？您就是4大战神之首的青鸾战神吧？属下流氓见过青鸾大人。4位战神大人，小的刚刚说的是他，目无法纪当众行凶的杀人犯。你说他是目无法纪当众行凶的杀人犯，你确定？洛战神，小的非常确定。就在刚刚，他便肆意屠杀京海豪门方家的人。当我带人赶到后，还拒不认罪，大打出手，到最后我的人也无一幸免啊！就算小的搬出4位战神的名号，这杀人犯也根本不把大人们放眼里。方才更是说出命4位给他滚过来的话，何其狂妄，理应当诛啊！理应当诛。好，你做得好啊！周战神盛赞了。这是我身为巡防营防长应尽的责任。要不是您4位提早一步赶过来，我定将此人处以极刑，以正王法。狗一样的东西！若我们不早来一步，别说是你，整个巡防营，甚至京海战部将尸沉遍地。赤虎大人，我流氓秉公执法抓捕凶犯，您这是什么意思啊？你还有脸问我什么意思？这些年你与方天昊、方天生2人狼狈为奸，压榨百姓，这次更是欺辱到英烈遗孀头上，实属罪该万死。青鸾随我在前线浴血杀敌，而你们却在后方用人不察，御下无方，使之战部满目疮痍。你3人又该当何罪？你丫算个什么东西？就你这杂毛兵也敢责问3位大人？若不是我点背，罪行被揭发，真以为凭你那不入流的身份能把4大战神都喊来？那你们4人便大声告诉他，我究竟是何身份。战部4大战神参见龙主。你就是那位大人物，横扫域外18国的北京龙主。你刚是用哪只脚踩的陈老太？说话，到底哪只？这只。你3人这次的失察之过，我先不追究。若再有下次，定不会客气。先起来。是。雅儿，你快醒醒！小叶，雅儿病情加重，我们得立马给她就医。主上，流氓该如何处置？押入大牢，千刀万剐，让他深刻体会到有辱英烈到底要付出何种代价。陈雅儿家说，这张卡里刷不出来1分钱，按照医院的规定，先交钱再治疗。怎么会？我丈夫阵亡抚恤金明明已经发下来了。注意你说话的态度，他们可都是英烈家属。先用我的卡给孩子看病，要快。大夏限定的至尊黑卡，先生，我立马请最好的医生过来就诊。先前还指望着这笔抚恤金为雅儿治病，现在倒好，不光我们，好像其他阵亡战士的家属也没有收到抚恤金。嫂子、伯母，稍安勿躁，抚恤金的事我定会给你们个交代。给我查，究竟什么原因，阵亡抚恤金没有按时发放到家属手里？大小姐，你要我替你找的人找到了。真的吗？他人在哪儿？先生，京海。好，我立马备机赶赴京海。只是普通将士出身，却不畏强权，为英烈家属强势出头，有意思。终于可以见到我那素未谋面的未婚夫了。禀龙主，属下查了近5年的阵亡抚恤金的发放情况，其中确实存在极大的问题。说。属下怀疑战部的某些人可能贪污了阵亡抚恤金，以至于无法发放到家属手中。到底是谁？你说王豹不仅没抓住李梅那贱人，还被一个刚退伍的杂毛兵炮灰杀了。是的，已经查出陈家人此时正在医院为那小杂种看病。你个败事有余的废物，看你干的好事！二哥，别叫我哥，为了睡个贱人，走漏了这几年我们为特使搜刮阵亡抚恤金的事儿，看我不要了你的小命！哥，你就是太杞人忧天了。只要在等会儿的注资大会上，我们把搜刮来的上千亿补恤金投资到宋淑仪那小妞的新区项目中，这钱照样不是被洗得一干二净？届时这笔钱还是接入特使和方家囊中。注资一事关乎重大，因此特使与父亲会亲自过来监督。以特使大人做事狠辣的风格，你的事儿若是传到他耳朵里，我方家将不复存在。所以一切未成定数之前，我不允许任何变数发生。马上给石黑龙打电话，现在给他个为他表弟报仇的机会，去医院把那几个贱种全部杀光。查清楚到底是谁贪污阵亡抚恤金了吗？目前只查到有巨额资金从京海流入帝都战部的某个隐藏账户，但暂未查到幕后黑手。那就发动一切力量彻查清楚，只要真相没有水落石出之前，我就一日不离开京海。但龙主，您此次回归主要是为了楚家当年被贼人构陷满门覆灭的事，若是现在为了抚恤金一案而……楚家的事毕竟是我个人的私事，而抚恤金案
关乎的是数以万计英烈家属的生活保障。若此时我还公私不分，我便有愧于全体英烈的在天之灵。喂，小叶，你快来，雅儿奶奶快被人推下楼了。龙主，方家找死！就是你这草包杀了我表弟王豹！你们到底想干嘛？没想干嘛。2少和3少想请你看场精彩绝伦的直播罢了，哈哈哈！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对于这场直播是不是很满意啊？畜生！他们要是有任何闪失，我定将尔等碎尸万段！哎呦，我还真是好怕怕呢！真当老子是吓大的吗？惹怒方家，杀我表弟，陈家人包括你，一个都别想活！不要！妈！给你3分钟，3分钟内赶不到，下一个扔的就是床上的小杂种！不图尔等，我誓不为人。现在知道在京海惹怒方家的后果了吧？他方天圣想强暴我，我誓死不从，有何错？3少想上你怎么了？方家权势滔天，你只不过是个死了老公的贱货。3少叫你过去服侍他，是给你脸了。就像现在把你老母活活摔死，杀了床上的小杂种，杀你全家，又怎么了？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在病房楼下做好准备，定让那群畜生死无全尸。好。我错了，我给你们跪下，求求你们帮我说说情吧！只要能饶我女儿一命，我愿意做任何事。愿意做任何事吗？好，把衣服全脱了。什么？不肯，不肯，就给老子扔下去，给他们一家人死得整整齐齐。不，我脱，我脱。你这寡妇确实别有一番风味，呀也得死！看在这么乖的份上，告诉你个秘密，就算你脱了，你全家也得死！你个畜生！要怪就怪那大头兵吧，谁叫他胆派人去查抚恤金的事，惹得2少大为震怒，才会杀你全家灭口。我丈夫的抚恤金是不是你们拿的？害得我家破人亡还不够吗？为什么连我丈夫留给我女儿续命的钱都要拿？为什么？哪有这么多为什么？像你们这种下贱货，只配充当上流社会的玩物。你是，你女儿将来也是。哦，我说错了，你和那杂种没有将来了。我和你拼了！呸！不知死活的贱货！石黑龙，我要你狗命！石黑龙，我要你狗命！哼！想不到你这杂毛兵还真有种过来，还想要我的命！你知道我石黑龙是谁吗？少废话！现在带着你的人跳下去，还可以死得痛快点！哈哈哈！狂，简直是狂的没边了！当年我为方家收保护费时，一把西瓜刀从城南砍到城北，上至古稀老太，下至牙牙学语的幼童，只要敢不交钱的，我都杀光！这草包就带这么个女的过来跟我们叫嚣，是想让我们把她和地上的贱货……青鸾，石黑龙留到最后。其他人杀无赦。是。你别乱来！我可是奉了2少的命令行事，他可是你们惹不起。聒噪！全体听令！油门踩死，给我撵过去！天不亡我，这都摔不死。等把伤养好，看我不把那小子给碎尸万段！嫂子，你醒了。小叶，就是方天昊拿了抚恤金，他要杀我们灭口，你快去救救雅儿！禀龙主，战神已经凌迟了518刀，还剩482刀未执行，中途晕死过好几次。好，龙主有话要问，你们先下去吧。是。龙主，我知错了，我真知错了。说，
那些无故消失的阵亡抚恤金，是不是与他方天昊有关？龙主可没多少耐心，现在能好好回答问题了吗？我全都说。这些年，方天昊利用他大哥方天齐在战部的身份，驱使巡防营为其私下里搜刮阵亡抚恤金。这方天齐是何人？禀龙主，方天齐是属下麾下的新晋战王，想不到背地里却是这般。方天齐不过是个新晋战王，手上权力有限，幕后黑手应该不是他。小人还听说方家家主方震与某战部高层关系密切，方家之所以能在京海只手遮天，少不了这股势力的扶持，并且方家背后的靠山今晚也会派人过来参加由方家举办的注资大会。注资大会，混账！参与到此事中的还有谁？除了方家的人会悉数到场，京海其余3大族也会过来，而沈洪两家的家主也是方天昊搜刮抚恤金事件中的有力推手。既然人齐了，青鸾，随本座一起登宴，屠狗。龙主，我都说完了，求求你杀了我吧，我不想活了。当初你们欺辱英烈遗孀，搜刮阵亡抚恤金时，可曾想过有那么一天？不仅你如此，方家的下场会比你惨1000倍、10000倍。只要顺利的将那笔抚恤金在注资大会中洗白，从二少那儿得到的分红，断然能让我们两家的家产再翻上一番。哼，要不是龙主一下子把18路诸国给一灭，战场上那些炮灰还能死得更多一些。可惜了，以后这种日进斗金的日子不多喽。两位家主，好久不见。宋小姐严重了，宋小姐背靠城主，如今又获2少的1000亿注资，可谓风头无量啊！洪家主怎么还称呼人为宋小姐？应该改口为2少奶奶了。2少能为我的项目注资1000亿，淑仪已是感激不尽。况且我与2少还没到那一步。谁说还没到那一步？这1000亿注资就是我二哥给你下的聘礼。诸位，本少有件大喜事要宣布。今日在此，我方家正式向宋家提亲，携手前行，共谋发展。还是二哥高见，以联姻之名捆绑宋淑仪那小妞，让其彻底沦为我方家洗白抚恤金的替罪羔羊。方家本身就权势滔天，如今更以宋小姐喜结连理，简直就是如虎添翼呀！宋总，自从楚一那丧家之犬滚出宋家这几年，你不但仕途大好，现在更是事业爱情双丰收啊！一个家道中落的废少，不论过去、现在乃至未来，都配不上我。我方家已然表态，宋淑仪，你是否愿意？我愿意。好，只要我轻轻按下手机，1000亿资金就会全额打到宋氏集团账户上。下面就来见证这伟大的一刻。见证，我要尔等统统下去见阎王！方家的人何在？给我滚出来！放肆！从哪儿冒出来的阿猫阿狗，敢对方家不敬？看我不把你！敢指主上，第一个先杀你！狂妄！打狗还要看主人，在我面前杀我的人，你们承担得起我的怒火吗？流氓！三少，救我！流氓可是京海巡防营长，你竟连他都敢杀！不光他，王豹、石黑龙皆是死于我手。你方家不但敢搜刮阵亡抚恤金据为己有，更是丧尽天良的欺辱英烈遗孀并致死，这一笔笔的血债，是时候该偿还了。我怎么听这人的声音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是他？哎，宋总！方天胜，你给本座听好了，我来此就是来屠你方家满门！你就是那杂毛兵，你到底是何来路？楚一，你个害得我颜面扫地、忘恩负义的人渣，还回来干嘛？淑仪，当年我身负重伤流亡至京海，宋伯父的救命之恩没齿难忘。但5年前，我并不知道他生前以为你我立下婚约，便匆匆奔赴前线，上阵杀敌。笑话！真以为我会把那破婚约当回事？只是咽不下那口气。我宋淑仪贵为京海宋家千金，名门之后，你不过是惨遭灭门、寄人篱下的窝囊废，有什么资格弃我于不顾？哦，他就是当年宋家那个不告而别的废墟，逃婚5年，原来是当大头兵去了。宋淑仪，你对我有成见那是你的事，但你父亲与我有恩，劝你
趁早与方家划清界限，切莫自误。与方家划清界限？你当我们脑子进水吗？人家二少能给我们宋总1000亿注资，你这一无所有的废物能吗？那你们可知这笔1000亿注资是方天昊从那些牺牲的英烈遗孀身上搜刮来的？你算个什么东西？你说是就是。况且，就算真是抚恤金又如何？你什么意思？与其让这1000亿注资被那群死了老公、死了爹的可怜虫给糟践，还不如让我宋淑仪完成新区项目的开发，让我宋家的发展再上一层楼。放肆！若没有前线将士保家卫国，谈何来你这小小宋家？在这狗叫什么？一个被扫地出门的废墟，不仅当着我的面杀人，还他妈敢叫嚣屠我方家满门，真当我方家没人了吗？三少，去，用你的拳头给我好好告诉眼前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在京海地界到底谁说了算？狂徒，用你的拳头给我好好告诉眼前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在京海只有我方家有资格屠别人家满门，给我杀！是，尔等鼠辈，我狂徒在此，还不速速过来受死？就你，连让我正眼看你的资格都没有，让我手下跟你过2招。跟我狂徒比狂，自不量力！主上，其他人要不要也一并解决掉？岂有此理！我方家纵横京海数10年，最不缺的便是武力。我二哥马上就到，你这杂碎定将死无葬身之地。青鸾，让他跪到我面前说话。大胆！二少身边可是有着2名武力值无比高强的死士，若敢动三少，哪怕一根汗毛，都必将惨死当场。哦，你成功的勾起了我的好奇心。你竟敢叫这个贱货断我的腿，不诛你9族！楚义，你毁我1000亿注资在先，现在还敢把三少打成重伤，你个丧门灾星，赶紧把三少给我放了！宋总命令你放人，聋了吗？他宋淑仪还没资格命令我。我会当着你二哥的面把你给活宰了，让他在失去至亲的痛苦中绝望死去。哼，你好大的口气！你看，二少来了，我就不信那不知死活的宋家废墟还敢嚣张！嚣张？他的死期要到了。哥，此人就是那杂毛兵，赶紧把他给我杀了！放心，今日他只有一条路可走，那便是死路。给你3秒时间，放了我三弟，我尚可留你条全尸。小子，你跟陈家感情很深吧？要不想那野种小小年纪被卖到青楼供人享乐，就赶紧把本少放了！找死！啊！我的根啊！你胆敢毁我方家的香火，罪该万死，罪该万死！我不但要毁你方家香火，我还要当着你的面杀他，让你也感受痛失至亲的滋味。在场谁敢来，谁又有资格来？哥，这就是个疯子，你快救我！狂妄！本少身后的玄冥双煞，二人合力足有击杀宗师之能，我一声令下，就能让你灰飞烟灭。给我放人！宗师不过土鸡瓦狗的东西。大言不惭！二少，我二人现在就把他那倨傲无礼的狗头给你割下来。好，不仅要割头，还要给我剁碎了，废狗！你到底是人是鬼？想知道，那就下去问阎王吧。玄冥双煞可是出自古武宗门，怎会败于一个女人手上？方天昊，你方家的覆灭就从你弟开始吧。现在血债该血偿了。现在血债该血偿了。你不能杀我！我大哥可是4大战神麾下的新晋战王，位高权重，不是你这种地位卑贱的大头兵能惹得起的！别以为自己有几分武力就可无法无天，你那点实力在我大哥面前，无异于浮游汉树，不值一提。我三弟今日若有闪失，就算你逃到天涯海角，方家也会与你不死不休。不死不休，你方家也配？莫说他方天齐区区战王，就算国主亲临，也给我死！住手！不，三弟！方天昊，我也给你3秒钟的时间，只要你交出贪污所得的抚恤金，并且到英烈坟前自裁谢罪，我尚可放你方家其他人条生路。我教你个头！你给我等着，看我不叫我大哥过来将你抽筋扒皮、脱骨扬灰！我方天昊的名字倒过来写。眼看1000亿注资即将到手，就是你这无耻小人把他给毁了。我说过了，这1000亿注资就是他方天昊贪污过来的阵亡抚恤金。今日在场，凡是参与此事者，皆是死罪。我也说过了，我
管他是不是抚恤金，我只懂这笔钱是二少给宋家的聘礼，是我踏入豪门的垫脚石。什么？我马上过去。召集本战王手下全数精锐，随我手刃逆贼。是。这是我宋淑仪踏入豪门的垫脚石，谁都不可以破坏。放肆！你鼠目寸光的拜金女，凭你也敢对主上不敬？信不信我现在就能把你杀了？楚一，你嚣张不了多久了。二少已经通知了战王大人过来。所谓战王怒山河破，我相信以战王的手段，定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说的没错，大哥平日里最照顾三弟，而这杂碎竟敢把三弟当众斩首。大哥手下的数千精锐，哪怕一人一刀，都可把他剁成肉泥。姓楚的，你是能打，但也改变不了身为底层蝼蚁的宿命。而我方家屹立京海权势之巅，区区蝼蚁，我一个电话便可毁了你。萤火微光也敢与皓月争辉，若不是我想把方家分崩离析，让你在绝望中死去，此刻你早已经是个死人了。你有何资格跟我猖狂？尽管把方天琪给我喊来，他若也参与到抚恤金一案中，我会让他跪在我面前自裁谢罪。死到临头还敢大放厥词，等我哥到了，看他不把你大卸八块！恭迎战王大人！大哥，你可算来了！你定要为三弟还有流氓等人报仇雪恨啊！你说什么？不仅三弟，我方家其他人也死在那逆贼手上。正是，此人虽为将士出身，却嗜杀成性，因为点口角就对刘皇等人大开杀戒，估计杀心已起，并明目张胆地带人杀上大会，嘴里更是叫嚣着要屠我方家满门。你也懂，三弟是最顾及我方家颜面的，哪能咽得下这口气，而后就被这狂徒当众砍首？哥，你一定要为三弟几人做主啊！岂有此理！我方家位列四大家族之首，何曾受过此大辱？对了，战王大人，此人在知道您即将亲至的消息后，非但没有半分悔改之意，更是说，就算您到了，也要跪在他面前自裁谢罪。欺我方家，杀我三弟，辱我威名，罪该凌迟。对，在场的都可以作证，此人嚣张跋扈，无法无天，恳请大人诛杀此狂徒！恳请大人诛杀此狂徒！我不论你是谁，方家辱不得，我堂堂战王威名你更辱不得。今天我就以北京战王的名义，将你这逆贼灭杀在此。敢动本战王，您怎么在这儿？我怎么在这儿？你刚刚说要把谁凌迟处死啊？您误会了，我指的是此逆贼。放肆！主上的威名，岂是你个小小战王能玷污的？主上，您说的莫不是那位？你说呢？方天琪有眼无珠，不知您亲临，请说。你可知你的两个好弟弟仗着你战王的威名，差使巡防营四处搜刮前线将士的阵亡抚恤金，企图私吞的事？什么？他们怎么敢？哥，他这就是在抹黑闭嘴。那你又可知，他们不仅当着我战友临位前欺辱其家属，更是害怕贪污抚恤金的事败露后，让人把我战友母亲活生生推下楼致死。我要你方家血债血偿，要你那两个禽兽不如的弟弟下去跟全体英烈们忏悔。你方天琪可有意见？我要你那两个禽兽不如的弟弟下去跟全体英烈们忏悔。你方天琪可有意见？方天琪不敢有任何意见。大哥，他不过是身份卑贱的杂毛兵，他都要灭我方家了，你凭什么向他下跪？赶紧起来，杀了他！方家怎么会出了你这么一个天理不容的败类？可知站在你面前的是什么样的存在？他可是方天琪，本座的身份他还没有资格知道。哼，你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牛马，难不成还是什么高高在上的大人物？放肆！要不想整个方家因为你而走向灭亡，现在立马过去给主上磕头谢罪。要我给这废物磕头？你发什么疯？堂堂战部战王，杀害自己弟弟的逆贼就在眼前，不亲手报仇也就罢了，竟还对其卑躬屈膝，真乃奇耻大辱！你和天圣犯下的可是株连九族的重罪，我现在是在帮方家争取最后的一线生机，你怎么到现在还在执迷不悟？王，少给我假惺惺了！我看你就是晋升战王后，担心此事会影响你今后的仕途。你这样的软骨头怎配做我方家儿郎？小子，我哥那把软骨头怕你，不代表本少也怕你。我方天昊在京海那么多年，花了那么多钱，养了那么多人，
我的能量超乎你的想象。你不是对自身的武力很有自信吗？我现在就把玄冥双煞的师尊给叫过来，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才是真正的强者。好啊，你叫吧，尽管把你的底牌亮出来，来一个我杀一个，来2个我杀一双。我就坐在这儿，来多少我楚义杀多少。哼，杀你杀得起吗？此玉简乃京海3大古武门派的宗主所赠，只要我捏碎此简，3大宗主便会倾巢而出，过来击杀你个蝼蚁。京海3大古武门派都是存在上百年的历史，每位宗主单拎出来都是足以让京海为之颤抖的存在啊！要是说战王怒山河破是因其手握重兵，那3位宗主完全是依靠自身宗师的武力就可令京海山崩地裂啊！1位宗师出马就可令京海为之色变，3位宗师同时出手，这小子的末日是要到。楚义，好好享受你最后的时光吧。3大宗师而至，你想求死都难如登天。这是我们赠送给2少玉简里蕴含的气血烟。有玄冥双煞相护，在京海谁还有资格让2少动用到气血烟？所谓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既然气血烟现，那得罪2少之人，我3人定把他化作齑粉。让其余人先退下，地方太小，我怕人来少了不够我杀。是，你们先退下吧。装腔作势，希望等会儿3大宗师把你全身骨头捏碎时，你的这张嘴还能那么硬。二弟，听大哥一句劝，主上一言就可倾覆整个大夏，你就别再作死下去了，收手吧。你给我闭嘴！要说本少是这京海的天，他不过是地上稍微大点的蝼蚁，蝼蚁妄图与天斗，可笑至极。老夫也想看看，到底是哪只蝼蚁敢如此猖狂。见过2少，给我把眼前这对狗男女杀了，特别是那男的，用最狠毒的手段折磨致死。这2人平平无奇，看不出有半点武力，有我3人弟子玄冥双煞在，应该早就解决了。那2个吃干饭的废物，早死在那小子的女部下的手上，正好新仇旧恨一起报了吧。黄毛小儿，连宗师的亲传弟子你都敢杀，赶紧跪下受死！我屠宗师不过屠狗，更别说那2条狗都不是的东西。你们3条老狗若敢挡我，照杀不误。反了天了！你知不知道宗师不可辱？就你这般小小之徒，我门下大弟子1根手指，足以让你灰飞烟灭。范雷，给我上！小子，能自己动手，就别脏了老子的手，否则让你在我的轰雷掌下尸骨无存。土鸡瓦狗一触即溃，在1招之内把他给我废了。遵命。小子，真以为你的女部下能干掉玄冥双煞，就能干掉我？他2人的实力不及我1/10。既然如此张狂，我奔雷就当着你的面把这个贱人弄死。主上，1招解决，太便宜他了。我会在他身上砍10刀，第1刀将他击溃，后9刀摧残他的身心，加剧临死前的恐惧，直至死去。准。大言不惭，受死！主上，已解决。好，还有谁想死的，放马过来！还有谁想死的，放马过来！这小子到底是何来头？怎会拥有武力如此强大的女属下？就算是老夫出手，也未必是这名女子的对手。都没人了是吗？我楚义把话放在这儿了。今日凡是与方家同流合污者，死！狂的没边了！我身后的3位宗师，哪怕1人1口唾沫都能把你的女下手淹死，还愣着干嘛？赶紧上！2少，我3位都是京海有头有脸的人物，还不屑于跟一个女娃动手。小子，你不是叫得很凶吗？有种就自己动手，躲在一个女人背后算什么本事？此言有理，让一名女子为你撑腰，真是让在场男士为你感到不耻。我让他出手，你们尚可还能留下一具全尸；如若我出手，你们恐怕连渣都不剩。楚叶，听说过什么叫浮游汉术不自量力吗？指的就是你这种满嘴嘴炮又不知死活的人。够了！既然他想选最痛苦的死法，本少便成全他。你们哪位送他上路啊？不必。嚯，死到临头想反悔？不必浪费时间了，给本座一起上，1招即灭。是可忍，孰不可忍！不把此子轰得身形俱灭，我誓不罢休！所有人一起上！这就是你所谓超乎想象的能量，丢人现眼。刚刚不是我眼花，那小子真的仅用1招就把那7人轰得连渣都不剩，其中还有3名是武力冠绝京海的老牌宗师，此人实力当真恐怖如斯。不是人，
不可能是宋家戚绪那么简单，你到底是何人？你是杀人不眨眼的魔鬼！对于你们这些十恶不赦、恶贯满盈的人来说，我就是魔鬼，一个眼里容不下半点罪恶，是要把天底下所有恶人屠尽的魔鬼。我晓得你武力超群，但我方家也不是任人容您的柿子。我爸正带着方家背后的靠山往这儿赶，在绝对势力面前，一切花招都只能是徒劳。而你，在我方家靠山面前，连屁都不是。能养出你和方天胜这样的败类，等你老子来了，我替你先杀了他。凭你大言不惭！从进门到现在，你所说的抚恤金只不过是一面之词罢了。况且我也认准了这千亿注资是二少给我的聘礼，我宋书义就是他的人。你执意跟二少作对，等同于跟整个京海作对，因为我宋书义背后站的可是唐坤，京海的一城之主。跟我宋书仪作对，便是在跟京海城主作对。你有什么资格笑？我笑你有眼如盲，我笑你蠢笨如猪，我笑你生存的障碍便是无知。你宋书仪，你不会真以为凭你的能力能获得唐坤青睐，并获得新区项目负责人的名额？不是我宋书仪的个人能力卓绝，难不成你是想说是楚仪这窝囊废让城主给我的？你答对了，这5年要是没有主上命唐坤暗中扶持你宋家，你宋书仪只不过是身处末流世家的平凡小姐，你有何资格狗咬吕洞宾？不是好人心！你个贱人，说谁是狗？宋总可是城主身边的红人，你敢打宋总？以城主的实力，看他不把你和这窝囊废打入大牢，处以极刑。说的没错，唐城主之所以能冠绝京海，可不单是位居城主那么简单，他还是龙魂殿的人。龙魂殿，那可是由我大夏功勋龙主创立的超然势力，其地位完全凌驾于战部之上啊！怪不得连强如方家之流都对城主礼让3分。因此，你这混迹底层、毫无背景的废墟，何德何能，能令城主替你办事？你惹了我，靠着武力还能走出这宴会厅，但你敢冒犯城主，你走不出这京海，注定永无生路。我告诉你，方天昊，就算此时此刻他唐坤就在我面前，也要跪地叩首。大胆！我京海众世家都当以城主为尊，你连他都敢辱，找死！当以他为尊，那你大可问问唐坤，新区项目任命一事到底谁说了算？够了！我现在就打电话给城主过来，拆穿你个无耻小人的谎言。是你自己找死，怪不了谁。宋小姐，我已在赶往注资大会的路上，你的任命仪式……什么？你说有人扰乱会场，还当众杀人，岂有此理！宋小姐，劳烦你守好会场，带我过去将此逆贼绳之以法，以儆效尤。给我全速赶往会场。宋淑仪，我3番5次的劝你回头是岸，你却置若罔闻，再冥顽不灵，休怪我对你不客气。不客气？呸！你少拿一副圣人的面态说教我。当你滚出宋家的那一刻，我与你楚义再无瓜葛。有城主替我撑腰，我相信无论是千亿注资和新区项目，只会属于我宋淑仪一个人。没曾想，现在的你已被金钱和权势蒙蔽了双眼，甘愿与方天昊之流狼狈为奸。既然你毫无悔过之意，那好，等唐坤到了，我便命他取消你项目负责人的名义，以及这些年赐予你宋家的一切权利。装腔作势，你说取消就取消，你充其量不过是条北境蛆虫。哼！人生来就分3、6、9等，你和战场上的那些炮灰就是最低等的存在，哪怕给你10辈子，也斗不过我或是城主这座权势的大山，更不可能取消数一项目负责人的头衔。京海城主到！是何人在此闹事？城主，就是他，不仅大闹会场，还扬言要把您指定给我的新区负责人的头衔给罢免。荒谬！这新区项目一事可是得到了龙魂殿一位大人物的首肯，此人难道还想凌驾于大夏至高之上吗？你说这新区项目是那位大人钦定给我的？正是，虽然不知为什么会获得龙魂殿关注，不过倒可以利用这点借刀杀人。如此说来，这杂毛兵当真狗胆包天，竟连龙魂殿高层的威名都敢假冒。三少何出此言？城主有所不知，方才此人公然提到，就是他命你把新区项目交到淑一手中，口无遮拦，何其狂妄！确有此事，甚至还说就算城主您在他面前，也要跪地叩头。如此不知尊卑之人，请城主定不能轻饶。欺杀我也！若不将此等狂徒就地正法，我又有何颜面去面见那位？堂兄，此事说来话长，但那边那位是你我都惹不起的存在，劝你，哼，在京海还有我唐坤惹不起的人，给我闪开！方天启，你以为人人都像你个缩头乌龟，连个废物都畏惧，你就看好他是如何惨死在城主手下的！哈哈哈哈！我倒要看看是何人。
怎么，你唐坤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凭你也配取本座的性命？放肆！城主当前还敢出言不逊，狗东西，快给城主跪下！您过来怎么不提前通知我一声？我要是提前通知，我还怎么见识到以你为尊的京海权贵是有多威风？都是误会，请您听我解释。误会？解释？那你给我解释为什么他方天昊能在你眼皮子底下联合巡防营贪污阵亡抚恤金，并残害我已故战友的一家？这都是身为京海城主给的权利吗？请楚先生放心，我定给您个满意的交代。放肆！废墟，最好摆正你的身份，你什么资格训斥城主？城主，这个底层刁民就是想为今日所犯的罪行找借口推脱，恶意抹黑我，请城主住嘴！楚先生身份何其尊贵，他用得着抹黑你个区区蝼蚁？楚先生，城主大人，您是不是误会了？楚仪不过是我宋家的弃婿，当年要没有老爷把他捡回来，早就横死街头了，根本不可能是什么身份尊贵的楚先生。宋家弃婿？没错，一个家破人亡又自以为是的弃婿。最可笑的是，他刚刚还大言不惭地说，等您到了就驳回这5年赋予宋家的一切权利，真是笑不活了。他真那么说的？对啊，在场都听到了。宋总可是您选中的人，您怎么可能？我现在就依照楚先生的吩咐，取消宋淑仪新区项目负责人的任命，以及这几年扶持你宋家的一切资源。什么？唐坤，我项目负责人的头衔可是由那位大人钦定，你凭什么听他个废墟的摆布，取消我的资格？凭什么？就凭楚先生说取消就取消，而他就是我口中的那位大人。就眼前这一无是处的废墟，竟有如此显赫的身份，城主就算对宋小姐有意见，也不能找这种荒唐的理由搪塞过去吧？一个连仰望在场权贵的资格都没有的底层废墟，会是那位龙魂殿高层？唐坤，这番话从你口中说出，鬼都不信。哼，信不信那是你的事。今日在场，凡是以权贵之名言辱或打压过楚先生者，一律免其世家头衔，历尽底层艰苦，从头开始。楚先生，不知您接下来想如何处置方家之人？方天齐出列。方天齐在。方天齐，你虽未直接参与到抚恤金一案当中，但方天昊二人常年仗着你战王的名头，无恶不作，欺行霸市。方才你还不分青红皂白的想为其撑腰，可见平日你对他们的放纵。我方天齐愿为方家所犯的罪孽以死赎罪。冤有头债有主，我自会找罪魁祸首一并清算，你死罪可免。本座罚你镇守国境10余载，将功补过。谢过楚先生不杀之恩，我定以人头担保，只要一息尚存，国境定然无碍。哥，你不能丢下范家，丢下我一人不管啊！他绝不会放过我的。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方天昊，该你了。方天昊，这回轮到你了。一只杂毛兵有仇必报的性格，他断然会把我给杀了。不管怎样，先呈到父亲与特使大人道上再说。楚先生，先前我确实有做的不妥的地方，要不你开个价，我愿意赔偿给陈家，多少钱我给，我全都给。不妥，赔偿？生命在你眼里就是如此轻描淡写？我楚仪什么都不要，我只要取了你的狗命。你以为用几个肮脏的臭钱就能让你幸免一死了吗？我能施舍陈家那几个蝼蚁钱财，已经是本少大发慈悲了。你个杂毛兵，还想要我怎样？陈老太待我如亲儿子一般，你却命人把她推下楼，死状凄惨无比。雅儿今年才6岁，你们刚刚还想把她卖到青楼供人享乐，你问我想怎样？我要把你方家屠得寸草不生，我要你方家倾家荡产毁于一旦，我要你全族付出同等的代价。纵使你是龙魂殿的人又如何？我方家背后的靠山权势通天，非凡人能比。你动不了我，更动不了方家半分。是吗？那便睁大狗眼看仔细了。今日你方家连同背后的势力是如何被我连根拔起，打入18层地狱，永世不能翻身。想将我方家打入地狱，问过特使大人同意了吗？
没想到吧，我方家背后的靠山就是逍遥侯特使秦云大人。爸，此人不仅带人大闹诸子大会，更是把三弟斩首示众，你一定要杀了他，为三弟报仇雪恨。你说什么？庶子，你竟敢将我儿斩首，不把你剁成肉泥，誓不为人！给我退下！别忘了我们此行的目的。小子，我不管你与方家是何恩怨，但你破坏了诸子大会的进程，便是与我秦云作对，知道其后果吗？如此说来，这些年驱使方家搜刮抚恤金、欺压精烈遗孀的幕后黑手就是你秦云。那你秦云又可知你的后果？贪污抚恤金多达上千亿，还导致我战友家属致死，这一桩桩罪行罄竹难书，天理不容。今日我定要将你们这群罔顾枉法、罪大恶极之徒步步摧毁，一并铲除。就算让你得知抚恤金的真相又如何？区区蝼蚁也敢在本特使面前大放厥词，敢管抚恤金的事儿，便是在自寻死路。清楚的，逍遥侯乃当今国主亲弟弟，而秦云大人身为侯爷特使，皇权傍身，权势滔天。不仅如此，除了四大战神之首的那位青鸾战神未见其人，其他三位特使大人无一不熟。你拿什么跟大人斗？就算你有龙魂殿的身份，在特使大人面前依旧不值一提，还不赶紧俯首受诛？你说此人竟出自龙魂殿？别说他秦云只不过是逍遥侯身边的一条狗，就算他逍遥侯与洛风等人参与其中，我也会让他们为此付出代价。若他们几人也参与其中，我定会让其付出代价。大言不惭！三位战神代表着战部顶级战力，侯爷更是大夏皇室出身，天下之大莫非王土。你此言就是在叫把权势，蔑视煌煌天威。特使大人，如此胆大妄为之徒，请您一定要将他碎尸万段啊！放肆！自身罪孽深重，还不知悔改，就凭你们也想跟楚先生为敌？与他为敌又如何？就他这般被灭满门的丧家犬，若没有我宋家，他连最基本的温饱都难保。自以为是。你怎知这5年楚先生变得何等崇高，就连国主都要对其顶礼相待。吹牛不打草稿，他不过外出当兵5年，我就不信其地位能一飞冲天，连国主都要顶礼相待。哦，我想起来了，你唐坤当初也在北境当过兵，定是在那时就与他结识，所以才会力挺这窝囊废，睁眼说瞎话。看来他龙魂殿的身份也是假冒的了，因为这5年在北境立下赫赫功勋，能让国主以礼相待，普天之下也只有龙主一人。你们觉得一个全族被灭、苟延残喘的废物会是北境龙主本人吗？龙主武威盖世，怎么可能会是眼前之人？方家也真是倒霉，会栽在这种废物手上。不想死的就给本少闭嘴！你还有脸大呼小叫？能让一条丧家之犬把你弟弟杀了，我方家的脸都给你丢尽了。可是爸，这杂毛兵是真的能打，连宗师都不是其对手。他能打得过宗师，但他能打得过我这大宗师巅峰强者吗？小子，接下来你会为你的无知和狂妄付出血的代价，是你自己找死。接下来就好好迎接大宗师的怒火吧！早就听闻特使大人亏得武道极致，距离半步神境只有1步之遥，没曾想传闻是真的。我大夏4位战神就是位居半步神境强者，而特使大人登临大宗师巅峰境，也就意味着特使大人乃战神之下第1人啊！楚义，你先前口口声声说要灭我方家满门，现在听到大人乃战神之下第1人，是不是连胆都快要吓破了？特使大人于他就如巨象踩死之臭虫一般，而你能死在大人的手里，是你8辈子修来的荣幸。无知！连4大战神绑在一块都不是主上的对手，你口中所谓的战神之下第1人，在主上面前不过一个笑话。哼，但愿你的主上实力能有你的口气那么大。小子，我看得出你是想为战场上的炮灰讨个公道，但你却不知，这个社会公道永远都是由我们这些大权在握的人而定，哪怕你穷极一生，这个公道也无法讨回。你认命吧。我命由我不由天，既然公道已然不公，我便亲自执掌正义，肃清你们这些世间丑恶，还我大夏篇朗朗乾坤！哈哈哈哈哈！你还不了了，因为明年的今天便是你的忌日。给我死！特使大人，您没事吧？大人，以您的实力，怎么会被这个废物给震开？这不合理啊！前线将士铁骨铮铮为国捐躯，你们这群国之败类，却在背后干了什么？我说过，凡是参与到抚恤金一案者，我誓要步步摧毁，让尔等在绝望的哀嚎中痛苦死去。而你秦云便是第1个，少跟我猖狂！方才本特使不过太过轻敌，只使用了2层功力，想不到你确实有些本事。我就说嘛，原来是特使大人一时不察，才会稍败于楚义之手。若是大人发挥他10成的功力，分分钟碾压这废物。
俗话说，人要脸，树要皮。秦云，你这不是人东西，果然没脸没皮。你什么意思？我什么意思？难道你秦云心里没数吗？不敌便是不敌，哪来那么多借口？那你敢不敢让那小子再吃我一掌？就算再来几掌，迎接你的结局也只有一个字，那便是死。少废话，看我的10成功力！你就这点东西，真是令我大失所望。自以为是，缚龙锁。主上，主上！哈哈哈哈哈！别费劲儿了，这缚龙锁乃我花费多年的心血收集来的天外云铁锁链，坚不可摧。此锁一旦困住猎物，便难以挣脱其束缚。非超然强者，非武道登临绝顶者，非天下无敌者，不可破。你卑鄙！哈哈哈哈！卑鄙吗？俗话说兵不厌诈，计策也是实力的一种体现。我方天昊对特使大人实在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呀！哼，狗杂碎！刚刚的威风死哪儿去了？你现在还不是我方家与特使大人砧板上的鱼肉，任我等宰割？就是因为你的出现，影响了大人洗白抚恤金的完美计划，你更是狗胆包天的把我儿杀害。现在我就要让你下去，为我儿偿命！你敢！你敢！有何不敢？不过在解决这杂毛兵之前，还有一件事需要处理。大人，此话怎讲？今日原本是一场再正常不过的祝词大会，可是因为这不知天高地厚的杂碎出现，让你们知道了一些不该知道的事。而我这人永远相信秘密只会保留在死人的口中。你们说该怎么办？听特使这话的意思是要杀人灭口啊！特使大人，我京海沈家愿守口如瓶，与方家一起为大人效力，继续搜刮抚恤金，求大人留我一命吧。不错，识时务者为俊杰，你的小命可以留下来了。谢过大人。我京海宋家也愿为大人马首是瞻，搜刮抚恤金，共谋大业。哈哈哈哈！好，宋淑仪，真想把你宋家往火坑里推吗？往火坑里推？我这是把宋家带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宋总，他一个将死之人，马上就下去见阎王了，少听他在那胡说八道。还有其他人呢？都觉得自己活够数了是吗？我京海众世家愿为大人马首是瞻，搜刮抚恤金，共谋大业。哈哈哈哈哈！好，好，好，做我秦云的狗，我是绝不会亏待你们的。恭贺大人，搜刮抚恤金的宏伟蓝图又进一步壮大。杂毛兵，现在总该认清现状了吧？这便是权势的力量。社会残渣，国之败类，干出此等禽兽不如的事儿，却还在沾沾自喜，颠倒黑白，真乃恬不知耻。哼，这叫大势所趋。唐坤，别说我没给你机会，现在归顺于我，今天的事儿我还可以一笔勾销。如若不然，你痴心妄想，不识好歹。那好，我现在就送你们几人上路。杂毛兵，死到临头了，亏你还笑得出来。给你5秒钟，说出最后的遗言。遗言？我要将你和方家一并铲除，我说到做到。你以为这几根破链子就能束缚得了我？就凭你可知这么多年来，我用这束龙锁锁住了多少名武道强者？他们被我束缚之前，也如你一般的嘴硬，到最后也只能乖乖的给我跪下求饶，而我赐予他们的也只有死。你这破锁于我而言，雕虫小技，大言不惭。你怎知我不是你口中的超然强者，天下无敌之人？你又怎知这铁锁能困得住我？给我破！你怎么可能破开缚龙锁？没什么不可能的，与你这种货色，我弹指可灭。混蛋，我要杀了你！等我清算完与方家的血仇，再来杀你。方天昊，说你想怎么死？楚大人，你已经杀了我一个儿子，我不能再失去另外一个儿子了呀！我知道错了。就你方家人的命是命，陈家人的生命就不是命了吗？现在知错，晚了。爸！疯子，你简直就是个疯子！
当初你以强欺压陈家人，我现在便以狠还你，把陈烈的灵位拿上来，当着我兄弟的面磕头忏悔。回我方家，我方天昊就算做了厉鬼，也不会放过你。做人都斗不过我，更别说做鬼！给我跪下！这下是为死去的陈老太而磕的，这下是为了因你搜刮抚恤金，让那些英烈遗孀无辜受难而磕的。这最后一下，是为了这些年惨死在你方家手上无数冤魂而磕的。先前凡是甘愿与秦云为虎作伥者，必将遭受军法审判。哼，你说审判就审判，看清楚我手上拿的是什么。大夏虎符。大夏虎符怎么会在你那儿？当然是侯爷从国主那儿求来的。此符代表着大夏战部至高号令，如皇权亲至，虎符现世，天下将士莫敢不从。楚义，本特使现在就命令你放弃与我的争斗，随我回帝都，听候侯爷的发落。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纵使你这杂毛兵武威盖世又如何？而今特使大人手掌大权，睥睨全场，无人敢与之争锋。劝你识相的就乖乖束手就擒，随大人一起返回帝都，接受你最后的审判。我楚义想做的事儿，国主都未必敢出面阻挡，何况他秦云手中的这一枚废铁。你放肆！刚退伍就忘了将士的职责了吗？身为将士，服从军令就是你的第一天职。你抗旨不遵，便是在蔑视军令，背叛大夏。若说叛国，我看是你们这群表面自诩上流顶层，背地里却挖空心思蚕食我大夏根基的肮脏蛀虫才是。等解决完尔等国之败类，我定要面见国主，给他看看，如今的大夏内部是何等的千疮百孔、毒瘤横生。我定会面见国主，让他看看，如今的大夏已经烂到骨子里了。一个地位何其卑微，连4大战神都未一睹过真容的杂毛兵，他说他要面见国主。以前还真没看出来，你这窝囊废讲笑话还挺有天赋的哈。哼，看来侥幸让你在武力上赢过本特使一场，已经让你飘得找不着北了。你可知地位崇高如侯爷之流，都还要等待国主的宣召才得以面见。而纵观大夏上下，能随心所欲面见国主的，也只有那位即将册封为大夏第一位异姓王，真正身处权势之巅的北境龙主一人，才享此殊荣。确实，普天之下也只有我才有此资格。楚义，你是想把这天给捅了吗？连我大夏功勋之臣，你都敢冒充？龙主乃我大夏护国之本，你竟敢以卑贱之躯凌秉兼权力之巅，让你死1万次都抵不了你亵渎龙主之过！一群有眼无珠的井底之蛙，试问这天下有谁敢冒充龙主？又有谁有资格冒充龙主？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诸位，此2人尊卑不分，大逆不道。本特使携此檄号召全场，随我一道绞杀逆贼，以儆效尤。众家人，绞杀逆贼，以儆效尤！绞杀逆贼，以儆效尤！秦云，你以为联合了这群乌合之众就能免于一死？这枚虎符，在我眼里狗屁不是。这可是国主所赐的虎符，你竟敢抢夺！快把它还给我！还？与你这般禽兽不如的败类而言，大夏虎符根本不配拥有。这是你自找的。他竟然一把捏碎了大夏虎符！你们也感觉到了，这次阵感非比寻常，地动山摇，天地色变，恐将有大事发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今天到底是怎么了？报！禀报3位战神，10万火急！就在方才，大夏虎符碎裂，而阵源就来自方家举办的祝资大会。祝资大会是方家为宋小姐而举办，龙主说不定此刻就在祝资大会上。不好！难道是他国的细作，趁我等疏忽大意，已偷偷潜入京海，妄对其不利？龙主这才捏碎了虎符。如果龙主真在我3人眼皮子底下出事，那100万玄龙军精锐定会掀起一场血雨腥风，届时大夏恐将会迎来一场灭顶之灾啊！快，立马给我调集战部4州16郡20万人马，火速驰援龙主！虎符碎裂，龙主御敌，战部20万大军，随我一起踏平祝资大会，击杀敌寇！
杀！大军开拔！大人，这小子把虎符损坏，我们现在已经没有牵制得住他的办法，这该如何是好啊？哈哈哈哈哈！我还巴不得他把虎符毁了。大人，此话何意？自大夏建立之初便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一旦大夏虎符遭受损坏，也就预示着大夏面临生死大敌，四大战神将亲率数十万大军围剿逆党，至死方休。你以为毁了虎符就能高枕无忧？殊不知你此举就是在自掘坟墓。你此刻已然是我大夏公敌，无论你逃到天涯海角，四大战神也会率领重兵将你赶尽杀绝。用不着天涯海角了，此刻四大战神已齐聚京海，刚刚闹出那么大的动静，他们定然获悉四大战神将至，你这回九死无生。果然，无知就是你们生存的障碍。收起你那虚张声势的嘴脸，我倒要看看你们这群蝼蚁等会儿怎么死！你不说，我倒把洛风几人给忘了。若他们胆敢欺上瞒下，知情不报，等到了这儿，我也照杀不误。若他们胆敢欺上瞒下，知情不报，等到了这儿，我也照杀不误。放肆！大了你的狗胆！主上，洛风他们三人虽平日里行事鲁莽，却心存正义，绝非作奸犯科之辈。况且他们一直以来对主上忠。等他们到了，我自会问个清楚。好，不得不佩服你们两个将死之人的心理素质，都在劫难逃了还在装。凭你那点三脚猫的武力，就敢不把四位战神大人放眼里？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实力？你处于够格吗？主上什么实力？岂是你们这群井底之蛙能够揣测的？一个满口大话，差点横死街头的窝囊废。他什么实力，我宋淑仪再清楚不过。且不说以四位战神的毁天灭地之能，顷刻间就能使其化为乌有，就那数十万大军也能把他剁成肉泥。宋总所言极是，今天就算大罗金仙转世，也救不了你这废物。脑子和眼睛很重要，下辈子投胎记得带上。你够了！四大战神此时定率大军在赶来的路上，不出30分钟，你将万劫不复，死无葬身之地。30分钟，你秦云恐怕活不了那么久了。你什么意思？洛风、赤虎、周深，你三人若不能在3分钟滚到诸子大会上，本座便罢免其战神之位，将尔等打落凡尘。你三人若不能在3分钟内滚到诸子大会上，本座便罢免其战神之位，将尔等打落凡尘。大人，你怎么受伤了？要不要我先停下车？不能停。龙主可能已经遭遇敌袭，3分钟内必须给我赶到诸子大会。是。给我在前往诸子大会的必经之路上设置关卡，管控交通。我不想看到除了我们的人，还有任何一辆车的存在。记住，是任何一辆。狂妄至极，狂妄至极！先是目无王法的杀害10数条人命，而后还妄自尊大的亵渎龙主之过，现在更是狗胆包天，侮辱四大战神。我看你是想把大夏权势的天都给捅了个遍。我捅了又如何？天若压我，我便斗破这天；地若压我，我便踏碎这地。还有3秒，3秒后就会看到你们心中的最大仪仗于我面前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又在装腔作势，连特使大人都表示四大战神赶过来至少要30分钟，我就不信3秒后他们会出现在这宴会厅门口。谁说我们不会来的？四大战神？怎么只来了3大战神？另外一位去哪儿了？就算只来了3位，也足够让那窝囊种死无葬身之地了。3位战神怎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赶到？难道这杂毛兵真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强大身份？陆兄，你们可算来了。龙主他人何在？龙主，他老人家怎么可能出现在诸子大会上？我3人便是收到了龙主的传音，料定这宴会上出现了敌国细族，亲率20万大军，以最快的速度赶了过来。怪不得他们能在3分钟赶到，原来是收到了龙主的指示。3位大人，龙主他人确实不在这儿，不过你们口中的敌国细作确有其人。哦，3位大人有所不知，这宴会上闯进了个灭世皇权、无法无天的杀人犯，结合此人刚从前线回归背景，以及今日种种出格行径，我很有理由断定，他就是你们口中的敌国细作。怪不得这逆贼胆敢公然假冒龙主之名，甚至还把我等自乱阵脚，好借机一举反攻大夏。你说什么？捏碎虎符的另有其人，而且他还公然假冒龙主。大夏虎符乃我战部至高信仰，便是与我4大战神乃至整个大夏不死不休。周战神说的这一点，我与特使早就提醒过那逆贼。你们猜他怎么说？别卖关子了，他无比狂妄地表示，大夏虎符与他眼里狗屁不是，甚至你们4位
在他面前也微不足道。今日我三人若不将这等狂徒活活撕碎，有何颜面在身居战神之位？此人在哪儿？快告诉我！想将我撕碎，就问你们三人够胆吗？我倒要看看你们是从哪儿借来的胆，也敢言将我撕碎。楚义，你敌国细作的身份已被龙主识破，还不收起你那狂妄无知的嘴脸，乖乖束手就擒！哼，我就站在这儿，你大可问问他们敢不敢抓我。大言不惭，三大战神当前，就算你有几分本事，也要给我龙盘虎卧。他们三位一言可兴国运，一行可震九州。别说抓你，杀了易如反掌。住口！而今有三大战神为我保驾护航，20万大军更在门口蓄势待发，我战今天什么跟我斗？今日注定了你的死期！在陈家小院时，我就曾说过，若再有一次失掐之错，我定不会客气。楚义，你连战神都敢打，当真不怕死吗？失察，我等不明白您的意思。我打的就是你的不明白。这些年来，秦云一直驱使方家搜刮上千亿的抚恤金，无数的英烈遗孤为此受难，含恨而终。这不是失察，是什么？天啊！平日里风光无限的三位战神，竟乖乖站在那儿给楚一扇嘴巴子，我没眼花吧？放肆！三位战神，这敌国派过来的细作就是在诽谤我！你们一定要给我杀了他！滚！该杀的人是你秦云，十恶不赦，大逆不道，杀你1000、10000次都难消我心头之恨。你们什么意思？宁可相信个杂毛兵，也不相信我这侯府特使。侯府特使算什么东西？也能与眼前这位相提并论。洛风、赤虎、周深，我三人的失察之过，愿向楚先生请罪。我三人的失察之过，愿向楚先生请罪。不，我绝不相信，他就是个无权无势的杂毛兵。洛风，这怎么可能？三位战神都乃我大夏中流砥柱，竟然会向个无权无势、地位低下的大头兵下跪请罪？连三大战神都尊称他为先生，难道这就是大哥一直奉劝我不要跟楚义作对的原因？他到底是何身份？楚义，你到底用了什么花招，才使三位战神向你下跪？我不信你这条咸鱼还能依靠自身也能翻身。这次算给你们个教训，事不过三，下一次直接罢免其战神之位，沦为庶民。是，我三人定当严守律己，重整战部纪律，肃清毒瘤。起来，善恶到头终有报。秦云，你丧尽天良，罪无可恕。现在你的报应到了，给我下去，跟千千万万的忠魂忏悔陪葬。秦云，先生的话没听到吗？还不赶紧俯首受诛！哈哈哈哈哈哈！我秦云乃侯府特使，得侯爷垂青，身负皇权。想让我秦云为那群低贱的炮灰下去陪葬，凭你们四大战神，还是凭你这个全族被灭、苟延残喘的丧家之犬啊！我江龙离的未婚夫要你下去跟英烈陪葬，有何不可？他。没什么不可能的，他就是我家小姐认定的人。来人，凤梨。帝都江家赠楚先生兽面龙纹鼎1尊，玉龙铠甲1套，江氏消费无上限黑卡1张，礼毕。这3件礼，哪怕是其中1件，都比在座世家的总资产还多啊！不要嫌弃，抱歉，是我唐突了。正式介绍下，帝都江家。
帝都江家，难怪他敢插手抚恤金的事，难怪就连4大战神也要对他言听计从，卑躬屈膝。我方天昊这回算是踢到铁板上了，看来这回方家完了。宋总，想不到楚逸这白眼狼竟背着你勾搭上了江家的千金。他楚逸破坏了我的千亿注资，我也不能让其称心如意，攀上豪门高枝。我说你楚逸，当年怎么突然的不辞而别？现在看来，不是上前线当兵，而是跑去江家当软饭男去了。江小姐，我不知是什么原因，让你会对一个寄居在我宋家多年、碌碌无为、一事无成的窝囊废产生错误的认知。此人无论能力、身份、地位，哪个方面都与你这堂堂的第一千金有着云泥之别。你何必在这种失败透顶的丧门野犬身上浪费时间呢？你打我？打你怎么了？什么玩意儿也敢教我家小姐做事？再敢锅子，小心我把你嘴撕了！想不到堂堂大夏第一世家却是如此仗势欺人。我还未到之前，通过场内的监控看到你们一大群人围攻楚逸，那时候怎么不说仗势欺人了？我现在不过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怎么宋小姐就受不了了？你什么你？我说了，楚逸是我认定的人，再让我听到你侮辱他，哪怕半个字，我一句话就可让你宋家毁于一旦。我一句话就可让你宋家毁于一旦。楚逸，以为能吃上江伦离的软饭就可以飞黄腾达？他不过想玩玩你，等他哪天玩腻了，便一脚把你给踹了。小红，我们走。想不到帝都的天之娇女，堂堂内阁大臣的独女，还有玩弄废物的癖好哈！放肆！我家小姐千金之躯，岂是你个侯府下人所能污蔑的？污蔑？事实就摆在眼前，谈何污蔑？所以说，4大战神能对你这个杂毛兵卑身屈膝，不是你有何其崇高的身份，而是完全看在江龙离的面子上。亏我还一直在提心吊胆，原来这小子吃上了江家的软饭，找到了江龙离作为靠山，才会这么的有恃无恐，不可一世。扳倒你们何须借助外力？我自己便是最大的靠山。少装清高了，你做的这一切难道不是想在江阁老面前邀功，从而踏入江家门楣？不过比起楚慕白那迂腐不化的老古董，到死都学不会低头，你却是聪明许多。什么意思？也罢，索性就告诉你当年的真相。你的父亲还任职于帝都校尉时，就曾发现过帝都内部某位高层贪污抚恤金一事，他第一时间便上报给了侯爷，但殊不知，就是这一举动，让你楚家家破人亡，满门废土。也就是说，抚恤金案以及我楚家满门被灭，都与他逍遥侯有关。答对，你楚家上下36口就是侯爷命人屠杀殆尽。因为抚恤金一事幕后的主导便是侯爷本人。最可笑的是，他楚慕白还去跟侯爷上报收集来的线索。你说这不是自寻死路是什么？原来这就是我楚家被灭门的原因。这笔血海深仇，我定要他逍遥侯血债血偿。你在发什么疯？还血债血偿？你不觉得这句话从你楚逸口中说出十分之可笑吗？你老子就是因为多管闲事，致使你楚家被抄了满门。你现在还想重蹈覆辙，插手抚恤金的事儿，你够格吗？他怎么不够格了？等我返回帝都后，我就把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告知我父亲，他再禀报国主，定将你们这群乱臣贼子一网打尽。江大小姐，你未免也太过天真了。既然我能有恃无恐地说出真相，就必然有应对之法。当年侯爷不但灭了他家满门，还给楚家冠以了通敌叛国的罪名，罪及后代。因此，就算江兰向国主告状又如何？你觉得国主会信一个叛国贼的一面之词？卑鄙无耻！我早就跟你说过，所谓的公道只会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生来孽种，还妄图逾越阶级的鸿沟，痴心妄想！国贼当前，你3人还不快将其诛杀于此，更待何时？你想干嘛？他逍遥侯私吞抚恤金，残害我楚家上下36口，而你作为他的爪牙，问我想干嘛？当然是想让你齐云为我楚家惨死的冤魂偿命。楚家余孽，
你以身不重罪，现在还敢对特使大人动手，你想造反不成？侯爷乃皇家宗亲，我作为皇家特使，你这余孽没资格杀我。今日就算搬出天王老子，你也难逃一死。我说的。楚仪，冷静点。逍遥侯毕竟是国主的胞弟，而你现在身份特殊，要是把秦云杀了，国主不明原委怪罪下来，你又该如何解释？我楚义一生行事，何须向人解释？我先送你下去，他逍遥侯府满门，随后便到。你不主上，秦云已死，方沈两家还有在场其余人等，该如何处置？楚先生，我愿意悔过，更愿意交出方家的一切，只求你饶了我这条狗命吧。是啊，我们这辈子再也不敢做违法乱纪的事了。楚先生，求求你放过你们，连直接死去的资格都没有，竟还有脸求我？方天昊，可还记得我说过会让你在绝望的哀嚎中死去吗？现在时候到了，方沈两家凡是直接或间接参与抚恤金一案者，铁水灌喉，铸成铁像。我要让他们长跪在烈士坟前，受尽指责与谩骂。我要让他们永世不能超生。是，来人，拖下去，铁水灌喉，铸成铁像。不，我不想那么痛苦，我想死，求求你杀了我吧。至于你们，请求楚先生高抬贵手，留我等一条生路吧。请求楚先生高抬贵手，留我等一条生路吧。你们身为地方权贵，拥有更多的权利，本应为国效力，为百姓谋福祉，但却颠倒黑白，倒行逆施，死罪可免，活罪难逃。我命你们所有人3日内必须上交族中70%以上的财富，用于前线布防的事业中。楚先生，这70%以上的财富未免也太……你觉得你有跟我讨价还价的资格？3日后，若还有心存侥幸者，方家便是你们的下场。我京海众世家听遵楚先生之令，不敢再有半分异议。罗峰，这里就交由你们3人处理。是。青鸾，马上给我备好返回帝都的专机，我要当面质问逍遥侯。好的，主上。好什么好？你现在把秦云给杀了，就已经是与逍遥侯彻底结下了梁子。你还想跑过去当面质问他？到时我家小姐也保不了你。且不说我与你家小姐是萍水相逢，再者，我也不需要她保我。我此去，一是为了给万千忠魂讨个公道，二是为了我楚家的不共戴天之仇。不把逍遥侯这颗毒瘤彻底清除，我誓不为人。小姐，你看，亏得你千里迢迢从帝都赶来为他撑场，他却是一副油盐不进的态度。明知前路刀山火海，却依然心怀家国，乃侠之大者。爷爷果然没看错人。楚仪，你等等我。楚先生，请留步。江小姐，你我2人先前素未谋面，你说我是你的未婚夫，想必定是认错人了。认错别人，我也不可能认错你。我此行就是为了你我2人的婚约而来。婚约？喏，你不信可以听听这个传信玉简。叶儿，这里面怎么会有我师尊的声音？叶儿，为师生前最放心不下的莫过于你，因此为你与帝都江家江龙离立下了一门婚约。他爷爷江涛生前与我是故交，与我一脉又有莫大的恩情，而江龙离天资卓绝，乃养龙之命，定能助你报此大仇。倘若日后他拿着玉简过来寻你，你断然不可拒绝这门婚约，切记，切记。师尊，怎么样？这回总该相信本小姐所说不假了吧？江小姐，刚才确实是在下误会了你，但此刻大仇未报，我还无暇顾及儿女情长之事。但我楚仪向你保证，只要我手刃了逍遥侯，令千万英烈与我楚家沉冤昭雪，我定会回来找你，绝不辜负。傻瓜，瞧把你紧张的，又不是让你今天娶我，我当然深知此事的重要。再说了，能配得上我江龙离的男人，肯定是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你正合我的胃口。多谢你的理解，那我便先走一步。小姐，那不识抬举的楚仪就这么走了？江莹，啥？你不觉得他严肃做事的样子真的好帅吗？我江龙离的男人谁都不可以欺负，回京找我爹揍逍遥侯。事情就是这样。你说什么？楚仪那窝囊废不但回来了，还巴结上了帝都江家的千金，方少给我宋家的千亿注资也为此取消了。楚仪，他个王八蛋，我宋书义与他不共戴天。宋总，你可小声点吧，我可是听说方家除方天琪外，其余人凡是染指过抚恤金的，都被4大战神活活铸成尸体，以告慰英烈之灵。好像就连特使大人也死在了楚仪的手上。
而今京海4大族只剩我宋家还在苦苦支撑，看来是那窝囊废念及旧情，才没对我宋家下手。女儿啊，以后还是对那楚义敬而远之吧。敬而远之？我宋叔仪办不到，他楚义一日不死，我便寝食难安。可是那楚义身后站着江龙丽，我们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们没办法，不代表别人没有。查到是谁杀了秦云，覆灭方家了吗？禀侯爷，具体是谁尚未查清，不过4大战神中的3位以及江罗尼都出现在了祝兹大会上。你说江家那丫头也出现在宴会上？正是。若是让江龙离把我这么多年搜刮抚恤金的事儿告知江兰，以那老家伙的性子，定会在国主面前参我一本，这可就不妙了。侯爷抓到了3个擅闯侯府的小偷。你说谁是小偷？我们是有要事来面见侯爷。面见本侯？侯爷不是想知道到底谁才是那个行凶之人吗？我知道。你们几人先退下。是。小丫头片子，你最好把你所知道的都一五一十说出来，若有隐瞒，哎呀，我们不敢隐瞒，不敢隐瞒。禀侯爷，杀害特使大人并覆灭方家的人，不过是他江龙离豢养的小白脸。哦，此人仗着有江家撑腰，祝兹大会刚开始，他便带人大闹宴会，叫嚣着要把方家搜刮来的千亿补恤金给吐出来。看来只要把那小白脸杀了，就算江兰得知真相又如何？照样死无对证。那人叫何名讳？回侯爷，此人名叫楚义。你说他叫楚义？侯爷认得？何止认得？他楚家满门，就是本侯亲自屠的。此人便是当年通敌叛国的楚家遗留下的余孽。楚义。就是那被以叛国罪论处的楚家余孽。正是。还请侯爷亲自出手，绞杀余孽，为民除害。那是自然。等明日封王大典结束后，本侯自会斩草除根。看在你给我带来那么重要消息的份上，明日的封王大典，破格让你代表宋家参加吧。女儿啊，还不快多谢侯爷。宋淑仪，谢过侯爷。行了，先退下吧。待明日的大典上，本侯的计划得以成功实施，莫说这区1000亿抚恤金，整个大夏都会以本侯为尊。主上，您吩咐的事，属下已安排妥当。好，明日我要当着全体英烈的面，手刃他上官鹤，以祭奠万千英烈的在天之灵。封王大典乃我大夏100年难见盛宴，如此盛宴，竟要命我文武百官提前过来祭奠死在战场上的那些炮灰，真是气煞我也！真不知是哪个混蛋给龙主出了这么个馊主意。礼部尚书不会是你吧？刑部尚书，你少含血喷人！我平生最看不起的便是这群死不足惜的大老粗，死在外边一了百了也就罢了，但还要让我礼部为他们风光大葬，呸！浪费我找情人的时间。在场的哪一位不是掌控着大夏各界命脉的朝中大臣？让我等屈尊去祭奠这些身份地位跟我们相差10万8千里的卑贱蝼蚁，真是滑天下之大忌。身为炮灰，本就该死，有什么好祭奠的？况且还在封王大典如此重要的场合。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此次封王大典好像是交由侯爷全权负责，这可是历代国主才拥有的待遇啊！难道当今国主是想退位让贤？退位让贤也不奇怪，毕竟朝廷上有将近半数以上的人都是侯爷的拥顺，只有少数像江兰这般自命清高、坚守公正的人，才会不知死活的跟侯爷作对。江兰，哼，早晚会惨死在侯爷手里。若是侯爷能借着封王大典的契机顺利登上皇位，所谓的王法不过就是摆设。整个社会秩序由我等权贵而定的那一天将会到来，你怕是看不到那一天了。今日注定了是他上官鹤的死期。此人竟敢大言不惭地诅咒侯爷死，莫不是疯了吧？我看不是疯了，是想早点下去投胎。放肆！这里可是大夏第一盛宴，封王大典现场，
胆敢当着文武百官的面说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话，你活腻了不成？庶子，当这里是你自家后花园吗？连我大夏四部尚书都敢不放在眼里，你到底是何人？我不过是一名玄龙军内的普通将士，带着全体为国捐躯的英烈忠魂过来，跟他上官鹤讨回公道。你竟敢把死在战场上那些炮灰的军牌私自带到大典之上，晦气，简直晦气！要是让龙主得知此等破烂出现在他的封王宴上，他定会勃然大怒，赶紧叫人把这些不堪入目的垃圾给扔出去。破烂，垃圾，这些军牌都代表着一条条鲜活的生命，他们用一腔热血保住了的国土，捍卫了大夏的尊严。没有他们的拼死付出，尔等早就变成亡国奴了，有什么资格在这隐隐狂吠？但他上官鹤却泯灭人性的把将士们的阵亡抚恤金搜刮一空，据为己有，无数英烈遗孀为此食不果腹，流离失所，他该死！你所说就算是真又如何？派发的抚恤金本就出自国库，侯爷又是国主胞弟，皇权至上，他拿回抚恤金无可厚非。冥顽不灵。哼。所以你大头兵就为了这点举足轻重的事儿，带上一堆破铜烂铁，擅闯封王大典，问罪侯爷？知不知道死字怎么写？知不知道死字怎么写？你可知，此举就是在加快你死亡的步伐？怎么，你个大头兵还想杀我不成？也不睁大你的狗眼看看周围，在场哪一位不比你位高权重？你敢把我怎么样？你能把我怎么样？封王大典乃我大夏近100年来的第一盛宴，百官云集，国主亲至，如此高规格的宴会，你竟把如此晦气卑贱物立于场上！给我闭嘴！你捡起来，给英烈们跪下磕头，否则死无全尸！你说要我把他们捡起来，并跪下磕头？对，哈哈哈哈哈哈！做你的青天白日梦吧！我非但不跪，我还把这群杂碎狠狠地踩在脚底，不是口出狂言的让我死无全身吗？你竟敢在龙主的封王大典上明目张胆地杀害朝廷大臣，反了天了！真乃反了天了！今日我只为逍遥侯而来，不想滥杀无辜，是你们成功点燃了我的怒火，逼我大开杀戒。大言不惭！到底谁给你的底气？每次来的都那么准时。嚯，听你的语气，难道还认识江大小姐可成？得了吧，就他这般身份卑微到极点的大头兵，怎么可能会结识江大小姐？装腔作势，故弄玄虚罢了。拭目以待，自寻死路。江小姐，您来的正好。此人胆大妄为，尊卑不分，擅闯封王大典，大闹会场。出身卑贱也就算了，还把跟他同样卑贱那些阵亡炮灰的军牌撒得满地的都是，简直玷污了整个会场。不仅如此，吏部尚书只不过是上去踩了那些破烂两脚，此人却狗胆包天的把吏部尚书残忍抹杀，最后连他的尸首都荡然无存呐！果真如此，我等没有半分假话，还请江小姐为我等做主。放肆！眼看我朝中大臣被残忍屠杀，你不帮我等讨回公道也就罢了，反而还幸灾乐祸的助长凶手士气。江龙丽，你到底什么意思？还有脸问我什么意思？龙主大人之所以在宴会开始前增设祭祀英烈的环节，说明他对牺牲烈士的情谊之深。你们几个老不死，竟还在大典上侮辱英烈遗物，这无异于打龙主的脸。他吏部尚书完全是死有余辜，咎由自取。况且我江龙离的未婚夫做事，轮得到尔等来指手画脚？你说此人是你的未婚夫？你有问题吗？他就是我江龙离的未婚夫，有问题吗？哼，谁人不知你江龙离眼界之高？还一个连参加此次大典都要靠混进来的大头兵，会是你的未婚夫？开什么国际玩笑？你哪只眼睛看到我是在开玩笑了？那好，我江龙离在此郑重宣告，楚义是我认定的男人，若有人胆敢侮辱或打压他，就是跟我江龙离为敌，跟整个江家为敌。非但相识，现在还成了他江家的上门女婿，有江家撑腰，就没法拿捏他了啊！就算此人是你江家女婿又如何？他当众杀人是不争的事实，按照大夏律法，谋害朝廷命官者一律问斩。如我玄龙军将士，就该死。若你们几人当时也敢上前践踏英烈遗物，我也照杀不误。大言不惭！江罗离，看你为江家挑选的好女婿，飞扬跋扈，大逆不道，我真为你江家感到不耻。老东西，我爱选谁关你屁事？家住大海的，管这么宽？你够了！正所谓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更何况他只不过是你江家的女婿，
我身为刑部尚书，有权赐予这杂毛兵死罪。江龙离，即便你父亲在这儿，也不敢公然违抗大夏律法，看你还怎么保这废物的命！江莹，把东西拿出来，给这群老家伙开开眼。先皇所赐的侧神鞭在此，我看何人还敢造次！侧神鞭，侧神鞭在此，还不快给我退下！这竟是我大夏开国至宝侧神鞭！怪不得江家能有与逍遥侯分庭抗礼的底气，想不到先皇把开国至宝都赐予他江家了。侧神鞭乃皇室无上至宝，有先宰后奏之权，在场谁敢动楚仪半根毫毛，本小姐不介意立马送他下去跟先皇请罪。怎么样，你未婚妻威武吧？都是基操啦，误扣666哟。江小姐，方才事发突然，我们三人一下子守不住脾气，才会险些造成误会。没错，就是个误会。要不是你未婚夫把那堆破铜烂铁拿出来，我三人也不会冲撞了他。明明……行了，别说了。我为我三人的莽撞向江小姐赔个不是，您看此事要不就这么算了吧？你们要道歉的对象不是我，是楚仪。让我们跟他个一无背景、二无权势的低层蝼蚁道歉，想都别想！我们三人身居高位数十年，能跟你个小辈道歉已是最大的让步，别得寸进尺！我就知道你们三个老东西口服心不服。江颖，带着侧神鞭去到护理刑3部，罢免这三人官职，且他们家族的所有人都要去到英烈陵墓前负荆请罪。遵命。江龙离，你就是在仗势欺人！你们刚才以势压我家先生，现在我江龙离以势如数奉还，有何不可？江龙离，你好大的口气！我等参见世子殿下。免礼。他不是在狱外吗？怎么这时候回来了？这人是谁？此人便是逍遥侯之子上官雄。我之所以找到你，履行我们的婚约，正是因为他对我死缠烂打，近日还想跟江家联姻，我却对其人品十分厌恶。上官鹤的儿子吗？来得正好。亏你江龙离，平日还摆出一副自命清高的模样，没想到你却背着本世子勾搭上其他的野男人。你把我两家联姻之事抛之脑后了吗？哼，这大头兵果然狗胆包天，不仅勾搭世子的女人，竟还比世子早一步捷足先登。捷足先登？你快把话给本世子说清楚。世子有所不知，方才他江龙离亲口承认，这出身卑贱的大头兵便是他所认定的未婚夫。江龙离，本世子问你，站在你身旁的大头兵真的是你的未婚夫？你又没耳聋，他们说的当然是真的了。岂有此理！本世子可是国主亲侄儿，享受万人敬仰，无论权势地位都与这底层蝼蚁有着天壤之别。不选我，你却偏偏选他，为什么？你10万个为什么吗？不喜欢就是不喜欢。至于你口中那些地位、权势，于我眼中根本不值一提，因为我江家本就是豪门。好，很好。你江龙离让我在大典之上颜面尽失是吧？本世子宣布，从即日起，逍遥侯府与他江家势不两立，侯府将会动用一切皇家力量打压江家，直至他江龙离下跪求我。没必要那么麻烦，因为你这辈子所剩的时间不多了。臭小子，你什么意思？字面意思。听你话的意思，不会想现在除掉上官雄吧？是又如何？楚仪，你冷静点。虽然我看不上上官雄，但他好歹是侯府世子，在场的几乎都是侯府拥趸，而且他身后还有几名枪手，子弹无眼，到时候我也很难保得住你的。歪瓜裂枣，翻手得灭。哈哈哈，连江兰都不曾对我说出这番不知死活的话，你区区个江家的上门女婿，也敢在本世子面前口出狂言？我看你才是找死！世子殿下，此人口出狂言也不止这一次了。方才他竟大言不惭地指出，今日便是侯爷的死期。这种离经叛道、以下犯上的话，实属狂妄至极，罪不容诛啊！岂有此理！我爸乃当时侯爵，侯福齐天，谁见你的狗胆，竟敢连他都敢诅咒？诅咒？你怕是有什么误解？今日不光你老子，包括你侯府上下，凡是做过伤天害理之事者，都得下去跟全体英烈陪葬。哈哈哈！
哈！可笑至极！本少子乃皇族后裔，万金之躯，想让我下去给那些粗鄙低贱的蝼蚁陪葬，你也配？等下去之后，你就知道我配不配了。还在装腔作势，擅闯大典，抢我女人，挑衅侯府神威，不把你掏心挖骨，难平无分！去，将此狂徒给本少子拿下！若敢反抗，就地格杀，死活不论。若敢反抗，就地格杀，死活不论。住手！上官雄，拿在江莹手上的可是先皇所赐的侧神鞭，庇佑江家的信物，而楚义是我的未婚夫，也意味着他是名正言顺的江家人。难道你想在前皇信物面前动我江家的人吗？好你个江龙离，为了护他这么个废物，你竟把先皇赐予你们江家的开国至宝都拿了出来！我既然选择了楚义，当然为他做任何事都值得。好，你不想让我动这个废物是吧？我就偏要动。你敢？我为何不敢？别以为拿着一根破鞭就能唬住本世子，就算先皇此刻从陵墓中爬起，我也一脚把他踹回去。放肆！哼，既然你江龙离对这废物的感情如此之深，本世子便做回好人，送你俩一同上路，给我把他们打成筛子！连四大战神都不一定能徒手接得住那么多的子弹，你怎么可能拥有这么强大的武力？你到底是谁？本座便是。他不过是因通敌叛国而惨遭灭门的余孽。我说的没错吧？楚家余孽。宋淑仪，江龙仪，没想到你挺痴情，还跟在楚义身旁呢。不过连这种叛国贼都能看上，可笑。你说此人就是当年楚家的叛国余孽，这消息你从何而来？回世子殿下，昨夜我向侯爷揭发了他杀害特使大人的罪行后，从侯爷口中亲自确认了其身份，他楚义便是叛国贼之子。我当谁呢？原来你就是当年楚慕白那叛国逆贼所遗留下的野种啊！上官雄，秦云在临死之前已经告诉我们当年的真相。当年楚义的父亲发现逍遥后贪污抚恤金的罪证后，便招来了杀身之祸。他逍遥后更是在把楚家灭门后，扭曲事实，把通敌叛国的罪名强加在楚家身上，心肠何其歹毒！江龙离，楚家当年通敌叛国案早已盖棺定论，我看你就是包藏祸心，为这余孽想好的开破之词。楚家逆贼，勾结外敌，出卖军机，使得前线数十万将士葬身于水火当中。战部档案上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枉你这大头兵还一口一个为英烈着想。我看你楚家才是祸乱的源头，罪恶的根源。我楚家上下为国赤胆忠心，为民鞠躬尽瘁，死后还要背负叛国贼的骂名，不得善终。这一切都是拜他上官家所赐，楚家的血仇定让你上官一脉加倍奉还。呸！还加倍奉还？你这条丧家之犬，除了无能狂怒外，改变不了任何现状。就像当年你楚家全族被我问斩的时候，就如碾死臭虫一般随性。对了，提到那些臭虫，这里面装的分别是你父母、你爷爷的骨灰。这么多年不见了，不过来打声招呼吗？楚义，你父母还有你爷爷的骨灰都在这儿，死后又被我挖了出来，这么多年不见，怎么不过来打声招呼吗？哈哈哈！你找死！楚义，就像世子殿下所说，现在的你只能用无能去宣泄愤怒。你楚家都被灭了10年了，你怎么还有脸苟活于世那么久？要我是你，早就当场自裁了。宋淑仪，你再敢胡说八道，信不信我一个电话就让你宋家除名于京海？江龙离，我之所以能来参加封王大典，都是侯爷赐予我宋家的无上殊荣，有侯爷替我撑腰，以为我还怕你不成？反之，你江龙离胆敢包庇叛国余孽，大闹封王宴，你们几个今日必将难逃一死。此余孽罪孽之深重，在场之人皆有目共睹，恳请世子殿下在他楚家骨灰面前将其诛杀，替天行道。恳请世子殿下将其诛杀，替天行道。将这废物诛杀还不简单，关键是杀人
还得诛心。当年楚慕白就是好管闲事，才遭此下场。而今你还想重蹈覆辙？好，等你死后，我会连同抚恤金的事全盘甩锅给你，让你楚家彻底万劫不复。不过在此之前，我要让你这余孽痛不欲生。我要让你眼睁睁看着楚慕白是如何被我挫骨扬灰！你敢？哦，你觉得我不敢吗？爸！敢与我逍遥侯府作对，这便是下场。就算到了下面，你楚家也会受万世唾弃，钉死耻辱柱之上。哪怕做个孤魂野鬼，也是最下贱的存在。上官雄，若不把你打得神形俱灭，永不下六道轮回，我誓不为人。上官雄，若不把你打得神形俱灭，永不下六道轮回，我誓不为人。啥？你要把我打得神形俱灭？我还真是好怕哦！一个祖坟都被刨的疯狗，还敢乱叫！世子殿下这招杀人诛心，妙极！果然妙极呀！这心是猪了，就不知世子您打算要如何杀这楚家余孽了。我等真是拭目以待呢。上官雄，你不要太过分！过分？谁叫这余孽天堂有路他不走，地狱无门他偏来投？等把他杀了，我就在他坟头把你给办了，是不是更过分啊？无耻！世子殿下的三名护卫不简单啊！当他们爆气的那一刻，我便有种莫名发自心底的心悸。哼，当然不简单。这三人是我在域外用万种毒蛊提炼成的毒质，全身剧毒无比。莫说这废物，就算四大战神沾之也非死即伤。小子，今日你必将会你的狂妄化作一滩血水！少废话，来战！杀了他！灯笼出鞘镇诛邪。烈火焚尽世间魔！上官雄，轮到你了。这三名毒质无论放到哪儿，都是灭邦屠城的存在，怎么会被你这废物一招击破？不，我不信！由不得你信不信。我说了，要让你永不下六道轮回，现在该兑现了。楚家余孽，我可警告你，世子殿下可是上官一脉的独苗，你要敢动他，你考虑清楚后果了吗？我做事从来不计较后果。你放肆！世子殿下哪怕有半分闪失，不仅侯爷不会放过你，就连国主都不会放过你。说的没错，你不过是侥幸苟活的丧家之犬，你根本承受不起国主的滔天一怒。我承受不起，他的怒火在我楚义的怒火面前，也要避其锋芒，退避三舍。给我滚！楚义，你可别忘了，这里可是龙主的封王大典，若敢在此行凶，就是对龙主的大不敬。楚义，龙主毕竟是我大夏的英雄，在他的封王宴上大打出手，确实有些不妥。这场宴会于我而言，就是给他上官家送葬宴，在此踏平他侯府满门，最好不过。你想干嘛？先是问斩我楚家族人，方才又是毁我至亲骨灰，我现在就把你杀了，为那些惨死的亡魂报仇！这楚家余孽杀疯了！对，跑，赶紧跑！雷来！这余孽真的把世子殿下轰得形神俱灭，化为焦土了！天作孽犹可活，自作孽不可活。可知你此番大逆不道的举动，会使整个大夏为你而天崩地裂，天崩地裂啊！要是让侯爷得知这余孽是我们放进来的，世子还被其用如此残忍的手段给抹杀，侯爷盛怒之下，说不定在场所有人都要为其受到牵连，场内将会沦为一片尸山血海的。楚义，为什么你到哪儿就有不好的事发生？我看你上辈子就是扫把星转世。早知如此，当初就应该不让我爸捡你回来，导致我本小姐还要跟你这丧家之犬下去陪葬。你宋家的恩情，这些年我早已还完。若不是我叫唐坤暗中大力扶持你，宋家怎会步入上流之位？而今没有我的帮助，不出一日，宋家将会面临破产，跌入深渊。我宋家会靠你这窝囊废相助？放你混蛋狗屁！闹够了没有？木已成舟，世子他人本就死在这余孽的手上，我们可以避重就轻，反正此人定活不过今日。楚义，逍遥侯为人心狠手辣，瑕疵必报，而他唯一的血脉惨死于你手，他势必不会放过你。这里我替你挡着，你赶紧走。走！今日若不让其血债血偿，我哪儿都不会去。
本事不大，口气倒不小。既然来了，就乖乖受死吧。逍遥侯，大夏文武百官，恭迎侯爷大驾！恭迎侯爷大驾！平身。哟，这不是当年侥幸留下条贱命的楚家孽种吗？上官鹤，抚恤金案与我楚家的灭门之仇，今日我楚义与你一并清算。哼，以卵击石，自取灭亡。事到如今，我索性摊牌了，不装了。这么多年，绝大部分的阵亡抚恤金都是本侯拿的。要不是半路杀出个不知死活的楚慕白，让我不得不收敛了些，战场上那些炮灰一分钱也别想拿到。这天下本就姓上官，大夏的一切就应归我上官鹤所有。大言不惭，这天下是属于整个大夏百姓的天下，而你上官家只不过是无数为我大夏开疆拓土先烈中的一员，连你的祖上都没资格有此言论。你这天理难容的国之败类，更没资格。多行不义必自毙，上官老狗，属于你的报应到了。果然是楚慕白所生下的孽种，连说辞都如此相似。依稀记得当年我儿问斩你楚家全族之时，楚慕白到死还坚信那套因果循环、邪不压正的狗屁理论。到头来，我不是照样执掌大权，呼风唤雨？他却早已尸骨无存了。对了，为何没有看到我儿的身影？你说他不正在你脚底下踩着喽？哈哈哈！我儿好端端的一个大活人，你说他成了我脚底下这团灰烬，真当本侯会被你的雕虫小技给骗到不成？侯爷，这余孽没骗你，刚刚被你踢走的那团灰烬真是世子本人啊！侯爷，你说什么？这大逆不道的庶子也不懂用了什么妖法，把世子殿下化为齑粉。我等刚到时就已是这般场景，请侯爷一定要替世子报仇雪恨呐！熊儿是我唯一的血脉，你怎敢把他轰得灰飞烟灭？你怎敢？话可不能乱说，是你自己一脚把你的好大儿踢得灰飞烟灭的，倒怪起我来了。侯爷，我不把你楚义千刀万剐，食其肉，饮其血，难消我心头之恨。坏了，楚义这回是彻底把逍遥侯给惹怒了。眼下只有爸爸亲自过来，才能镇得住局面了。爸，你赶紧过来！再不来，你的宝贝闺女和未来女婿将会惨死在逍遥侯手上了。狠话倒是说的挺响亮，就不知道你这条老狗有没有这个本事了。我现在就送你下去，给我儿磕头谢罪。我爸已经在赶来的路上，而楚义是我江家的女婿，你上官老贼动不得。你说这楚家余孽是你江家的女婿？正是。侯爷有所不知，这余孽就是仗着背后有江兰与江荣离为他撑腰，才敢在此肆意妄为，无法无天。他江兰这回可算是栽到本侯手上了。江龙离，你爸与我在朝中明争暗斗数十年之久，我一直未曾有机会抓住过他的把柄，而今你江家还选了个卖国贼做上门女婿，真是天赐良机呀！今日本侯就借此机会，把这余孽连同你江家一并铲除。上官老贼，刚刚你承认你所犯罪行的时候，已被江颖录了下来，传输到我爸手机上。你休想再用叛国贼这一点来污蔑楚义。况且我爸最近已经修炼到半神境巅峰，4大战神都未必是其对手。等他到了，谁在谁手里还说不准。想不到江兰的武道造诣已经强大到这等地步，现在的情况对我们极其不利啊！慌什么？区区半神境巅峰强者，本侯还未曾放在眼里。上官鹤，想不到你大把年纪了，还这么喜欢吹牛啊！哼，是不是吹牛？等会儿手底下见真章。江龙离，爸，你可算来了。你没受伤吧？爸，
有楚义在，我好得很呢。哼，江伯父，我听龙离提到过你，做事冲动鲁莽，还妄想凭一人之势扳倒整个逍遥侯府，盲目自负，难成大事。爸，你在说什么呢？今日要不是老夫亲自过来，我就不信就凭他能让你全身而退。等处理完眼下的事儿，你和他就此断绝交往。我不同意。这由不得你不同意。看来某位软饭男想攀附豪门的幻想是要破灭了。想来也是，山鸡怎可能配凤凰嘛？江家的事，何时轮到你宋淑仪来评头论足了？江兰，你可知这余孽竟把我儿给杀了？现在想跟其撇清关系，晚了！你江家必将用全族的鲜血为我儿偿命！你竟与上官雄对上了，对上又如何？狂妄！上官雄手下的3名护卫诡异无比，就算我亲自对上，都没有必胜的把握。你要庆幸这回3名护卫没有率先出手，要不然你小命难保。可是，爸，明明楚义仅用1招就把那几人给秒了，简直不要，太酷了！上官鹤，你残害忠良，贪污抚恤金数额巨大，照大夏律理应斩首。你江兰算什么东西？凭你也想并本侯的罪，打得过我再说，负隅顽抗。你竟然突破到了化神境！神境之下皆是蝼蚁。上官鹤，之前的你连宗师境都未曾达到，你是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突破至神境？当然是因为我手中的这瓶小东西，让本侯彻底摆脱凡人之躯，一跃成神。我从小身体羸弱，不宜修炼武道，但我岂会认命？终于让我在域外找到了一本治邪的功法，但此功法却要有足够的杀戮精血方可大成。要集满这一整瓶，我要杀整整5万人。而为了保证精血的纯，我还要亲自动手屠杀那些臭虫。想想我这手都麻。为了我的造神计划得以顺利进行，这10年间，我不断收集战场上那些蝼蚁的鲜血。你们知道收集这么一小瓶有多不容易吗？我每杀5人，才提炼出1滴含有杀戮气息的精血。上宫鹤，你竟用整整5万名将士的鲜血去满足你那丧尽天良变态需求！我现在就把你这条老狗给宰了！胡闹！你现在过去就是送死。等国主到了，我自会禀明国主，将之凌迟处死。我那懦弱无能的大哥是不可能到了。我已经安排杀手在必经之路上将其刺杀，而你们也别妄想出去叫救援，外面也围满了数千名的侯府护卫，固若金汤。你个猪狗不如的东西，他可是你的血缘至亲，我大夏的一国之主啊！至亲算什么？自古高位强者居，不论武力还是权力，我都乃当世第一人。我上官鹤才是那最适合国主之位的天命之子。上官鹤，你就是在公然造反！在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在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传位，龙主好不容易稳定下大夏的局势，转眼又要改朝换代，我大夏必将天下大乱，生灵涂炭啊！一群目光短浅之徒，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而侯爷本就身负皇家正统血脉，执掌天下大权，乃当今千古一帝。大夏刑部愿拥新皇登基。我等也愿意拥立新皇登基。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哈哈哈哈哈！众爱卿平身，谢陛下。乱臣贼子，乱臣贼子！刺杀国主，公然谋反，尔等就不怕龙主降罪吗？北境龙主说起来也不过是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呵呵，怎能配与我大夏的新皇比肩？我看是已经收到了风声，半路就龟缩回他的呼韩北境去了。龙主乃顶天立地的大英雄，怎会畏惧你们这群蛇鼠？我相信他必会到场。就算那小子到场，又能掀起什么浪？而今我不但神功大成，满朝文武百官都臣服在本皇神威之下。现在我就送你这一家子整整齐齐上路！上官老贼，休要嚣张！我就算拼上这条老命，也要与你拼个鱼死网破！不自量力！姓楚那小子，
等会儿动起手来，我会为你和龙离尽量拖延时间。你带着龙离赶紧走，切记，没有足够实力之前，务必要学会隐忍。我不走，要走我们一起走。胡闹！龙离说的没错，今日不仅要走，而且还是要光明正大的走出这大门。上官老狗，这回换我跟你打，一招让你输得心服口服。真是笑不活了，楚逸，你确定你是他江家的上门女婿，而不是他们请来的逗比？江兰，好歹你江家也是我大夏的第一世家，没想到竟蠢到找了个睁眼说瞎话的神经病来当女婿。看来你江家最后仅存的那点颜面都被这疯子给丢尽喽。你看你为我江家挑选的好女婿，我刚劝他切莫冲动，现在被他这么一闹，连你仅存逃生的机会都白白浪费掉了。爸，女儿本就没打算抛下你独自苟活，况且她没你想的那么简单，我相信她。也罢，这一切都是我江家的命数。小子，本来想把你留到最后，慢慢折磨致死，但你迫不及待的寻死，本皇成全你。我会让你深刻意识到，高高在上的神权不容你们这些卑贱蝼蚁冒犯。拿命来！上官鹤要对他下死手。我全身的杀气怎么都被你束缚住了？你弱爆了！这小子的实力竟如此强悍，先前确实是我多虑了。怎么样，对你这未来女婿满意了吧？你不可能只是普普通通的楚家余孽。你究竟还隐藏了何种身份？想知道本座的身份，那便睁大你的狗眼看仔细了。龙蟒袍，灯笼剑，你竟是北境龙主！他真的是功高盖世，令域外诸国都为之胆寒的北境龙主，连侯爷都败于其手下，我三人还一直跟龙主作对。不知死活的是我们才对啊！这回算是彻底玩完了。原来楚逸说的话都是真的，有他才有了我宋家今日的地位，而我宋淑仪错过了什么？错过了当上大夏第一位异姓王后的机会啊！看来我真是老了，险些老眼昏花的把我江家的金龟婿给拒之门外。还是我女儿眼光独到啊！龙离，你怎么了？我的未婚夫竟真是那位所向披靡的盖世英雄，我不会是在做梦吧？上官老儿，你可服输？哼！想不到，还真是想不到，10年前被我杀得落荒而逃的丧家之犬，竟摇身一变成了鼎鼎大名的北境龙主，倒小瞧你了。上官鹤，你真以为我楚逸会只身赴宴？你什么意思？主上的意思就是你那区区数千名的护卫，已被我100万玄龙军将士斩杀殆尽，片甲不留，而你逍遥侯府的末日也要到了。4大战神，竟连国主也都还活着！一群饭桶！禀主上，我4人依照您的吩咐，已将国主成功救出，令侯府上下都已在我们的掌控之中。只要您一声令下，即刻踏平逍遥侯府。做得好，楚逸，这次多亏有你的精心安排，才使寡人有惊无险的渡过难关。你不仅是寡人的救命恩人，还是我大夏的救命恩人啊！国主言重了，这都是身为臣子的分内之事。上官鹤，父皇在世时曾教导我们兄弟2人，要以黎民百姓、国之社稷为己任，造福整个大夏，而你却违背祖训，倒行逆施，大逆不道。寡人现在就以大夏国主的身份，将你除名于黄埔，赐汝死罪。上官鹤，你气数已尽，赶紧上前认罪伏法。想让本侯认罪伏法，就凭你们这群不知所谓的蝼蚁，一瓶杀戮精血就让我问鼎神境，俯瞰芸芸众生。若我再喝下我手中的这瓶，岂不是突破神境，逆风翻盘？说过多行不义必自毙，马上你就会自食恶果，万劫不复。哈哈哈！要论装腔作势，你称第2，还真没人敢称第1。你都摆出一副缴械投降的姿态，还怎么让我万劫不复？倒是告诉我啊！不是我，而是被你残害的那数10万英灵回来，让你偿命来了。哼，楚逸，我还以为你能编造得出什么好理由出来，想不到竟拿鬼神之说来糊弄侯爷，真当侯爷是夏大的吗？哼，我看就是他一时强弩之末，已经无计可施。北境龙主也不过如此嘛。那群蝼蚁，做人的时候都被我拿捏于股掌之间，
更别说做鬼。无论生死，那群贱民永远翻不了身。是已经把那数万的蝼蚁的精血给吸收殆尽了吗？怎么还会出现反噬现象？区区旁门左道，怎可能镇压数万名将士的滔天正气？这就是我父亲死前所说的邪不压正。我不信，我怎可能会被那群孤魂野鬼所反噬？为什么？我为什么会镇压不了一城亡魂的蝼蚁？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泱泱众生，便是撑起整个大夏的天。你妄图逆天而行，必遭其反噬。上官鹤，你私吞抚恤金，坑杀数万将士，灭我楚家满门，罪该万死。就算你死后，你的尸首也不配埋入我大夏任何一寸土地上，暴尸荒野，受虎豹分食。你没资格审判我！我乃皇族正统血脉，大夏新立国君，我不过是为了试图杀了些贱民罢了，我有何错？有何错？那些被你残害的将士，哪一位不是国之柱石，民之信仰？今日我便以你之血，祭奠数十万将士的在天之灵。爸，楚家各位先辈，大仇已报，你们可以安心了。为虎作伥，颠倒黑白，企图谋反，你三人又该当何罪？龙主，我三人都是被逼无奈，才会不得已折服于上官鹤的淫威之下。如今罪魁祸首已被龙主您斩杀，我三人必将改过自新，全心全意为我大夏效力，求龙主开恩啊！好一个被逼无奈！大典开始前，你三人侮辱英烈的言行举止，也是被逼的吗？青鸾，把这三人一同拉去英烈陵园，生铁浇筑，我要他们与方家一个下场。遵命。来人，把这些乱臣贼子都拖到英烈陵园。楚义，先前是我宋书义有眼无珠，错怪了你，让我重新回到你身边好不好？你也配？宋总，自从城主撤销对宋家的一切扶持后，所有合作商纷纷在同一时间与宋氏集团解约，宋氏集团破产，宋家快支撑不住了。叛党逆贼已全部清除，事情圆满解决。下面有请我大夏功勋之臣楚义登台受封王位，封号北凉王。恭请龙主登台受封。恭请龙主登台受封。哪有让未婚妻下跪的道理？不知江小姐是否愿意与我同享殊荣，君临天下？我愿。不对啊，你不是说解决完逍遥侯的事儿就立马娶我的吗？没名没分，本小姐怎么跟你君临天下？好啊，楚义，你个不以结婚为目的的臭流氓！